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咱们讲的话题呢，就是巫师和这个非常真实的一些灵异的事件。那大家一定会问，什么样的人是巫师呢？这个就是我个人理解哈。这个我认为呢，就是具有一些特殊能力的人。那么他这个能力特殊呢，其实主要表现在沟通上。那我在看中文的巫师的这个巫哈，上面呢两横，中间一竖，像工人的工，两面呢有两个人，那么这个人是干嘛呢？就是这个巫师。这个上下的部分代表什么呢？代表上面就是天，下面是地。那中间这个部分也是人，也代表着是自然环境，高山流水所以呢，就是能够通天达地，与天地沟通，与这个山川自然沟通，甚至是与树木花草沟通，是这样。师父讲的这个巫师，好像听起来好像是那种原始的哈，比较原始的产生的，像那种部落里大山里还有印第安人等等这样的哈。对，那他们当时产生了有这个巫师了以后，他们主要的这个职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你刚才说原始哈，巫师这个应该说这个工作这个职业，就是来自于原始的人类部落性的生存。生存，对，比如说有几十人或者几百人，这个当中呢，有的人就好像说，我好像感觉到什么了，或者是我梦中梦到什么了。比如说明天要和外族去打仗，说我感觉的说我们的首领被打死了，那他呢，他是希望，因为他们很爱自己的首领嘛，对，就是他的大家长。那首领如果死了，他们呢就没法生存了呀，就可能沦为对方的奴隶。对，所以的话，他就是梦到这样的事情，就去赶快告诉他的首领。那首领说：“那我得考虑一下，今天要不要打？”对，或者怎么打？对。所以这个巫师这个职业呢，就是在人类比较古代的时候这个部落式这一伙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面临比如说这个自然灾害，对自然灾害的预知。第二个最大的其实是疾病的问题。比如说一场瘟疫要来了。瘟疫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哈。比如说我去追野兽，脚崴了。受伤的。对，我被仙人掌扎破了。毒蛇咬了。扎破了，毒蛇咬了，毒虫咬了。孩子类似感冒，等等各种各样的疾病问题。那你想，在巫师产生之前是没有医生的呀？对呀。你看我小时候，我们在的这个我们的中国，当时乡下来说的话，就没有正式什么医生。对。当时有一种医生叫赤脚医生，是吧？对，赤脚医生。通常选了一些刚读了有几年级书的小学和中学文化的一些年轻人去做一个叫做医疗培训班。对。这些说连中医都不是，西医更不是。就是说通常说有几种常见症状，可能是吃什么药，可能这个症状有什么表现，就是几个月培训班回去之后就开始卖药看病。对，就是为乡里乡亲的服务了。我现在说这是当代是在公元2000年左右前后的时候，当时我们小时候的中国是这样就是在乡下这样的大城市医疗会发达一些。对，有医院、卫生所。那现在如果说在5000年之前呢，有医生吗？没有。1000年之前乡村有医生吗？没有。太罕见了，太少了，非常罕见，读书人都很少嘛。对。那么什么人在各个乡镇部落担任了这个医生这个职责呢？其中就是巫师。可能通过这个人类的这个很多积累的这个一些经验，
啊，比如说脚哪种草药，把那个草药弄烂之后，敷到伤口上，比如说刮伤的伤口上，还有蛇咬过的地方，用什么草药给它打烂之后，给它敷上去，是吧？对，这些都是巫师要做的事情。是。那么在你刚才说的像这个除瘟疫，对，是吧？你像过去来说，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会在某些节日，春天的时候，会放一些某种草，是挂在自己家门口或者是窗户口。艾蒿。艾草，对，艾蒿的草也叫家乡叫蒿子草，就是艾草。中国南北方这个艾草还有点不太一样哈，但是都起到一种什么呢？防瘟疫、除瘴啊等等综合的作用，是吧？对，这都是过去巫师教的。就是传统经验的一个传承。对，所以中国最早的医学是从巫师呢慢慢继承过来，慢慢才有了中医学。是，就是这样。师傅，我们以前在北美的时候，我们谈过一期那个印第安人的这个传统文化哈，他们现在一直到现在流传下来，还是有一个角色一个职位叫药师 （medicine man），对，他就是针对这个医病的巫师。他以医病为主，比较专业化了。但是呢，他没有药。他真正纯是巫师，他就是在他们这个民族口耳相传，因为他没有文字啊，对，就告诉他可能什么样的病，采什么的药，或者什么样的石粉，来对治它，对，再加上他的一些通灵的做一些仪轨那种，还有说神让他怎么样做，是才可能减轻他的疾病，对，还有这样子的，是，所以这个巫师的行为是一种立体治疗的行为哈。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巫师一个工作哈，就像神灵，还有亡灵，就是鬼魂来回传递信息。就是可以沟通亡灵可以沟通亡灵哈。对呀，就是鬼魂呢。对，比如说你上头一个长辈人去世了，这个活着的这个孩子就惦记这个去世的，比如说爷爷去哪里了，在那边生活状况如何呀？师傅，这个情况现在在西方也特别的流行哈，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也有这个蛮多这样的，他们叫灵媒，有男的有女的哈，有很有经验的，也有很年轻的，对，他们就在做节目，比如说谁来找到他，问他失去的亲人呐等等，他真的是能跟他沟通哈。是。那这些人也叫巫师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同国家的人对他的一种认可吧。我们可以笼统都归为巫师。对，因为他也是沟通这个通灵的，自然的、天地鬼神的他是沟通鬼神的。是啊。我就看过他这个人，这个青年人，对一些希望能了解他这个去世的亲人哈，是在那边的一些情况。对。而且说到的很多细节传递过来的。比如说，他去世的这个亲人是用左手写字，就是左撇子，左手夹菜。这个时候说，你看我用左手给你夹一点菜给你吃。是。他这个亲人就吓坏了，因为这个灵媒这个巫师是不知道这个细节的。对。还有呢，比如他把这个亲人之间，比如他这个长辈叫他的时候，比如说叫小白。实际上人家叫查尔斯是吧？但是他就在家里叫小白，别人不知道。对。他叫人说小白，你最近工作还好吗？你看吓坏了，别人不知道这个暗号啊。是。对，所以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西方人也好，华人也好，这个如果真是不准的，大家也不会去信他哈。对，那排着队呀。我们上网查了一下，说是排了2年队是吧？对，就找他看的。预约的要等待2年，是，很正常。就是他因为看得很准了，还是。对。所以呢，和这个神灵沟通，还有亡灵沟通讯息，甚至成为传话的使者。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对。甚至是还是最早的风水师。
哦，他们还懂风水啊。他的风水和我们华人今天的那个风水学又是两码事。哦，他什么事儿问神和问鬼就好了。就是这样。那风水是不是包括说，我想在这儿建个房子合不合适啊？这样的哈。对呀。他问过神灵，神灵点头说，这可以。就可以在这建。对。还有些地就指了之后说这个不行，神灵就不答应。那非常实用啊。对，而且很准啊。对。之后再有，如果带一个部落，带一群人去，到了荒漠的地方，找水源，找食物，对，就是寻找。预知的功能，甚至有预测说，明年的这个天气如何？天气，收成、收入如何？收入啊，还这个孩子未来能不能考上大学？或者学习能力如何？甚至说将来这个孩子未来生几个孩子，这个预知能力也都是他们的。对，这样有职能的这样的巫师，在这样的部落里，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受欢迎，是很受离不开的离不开的。对，因为他们又沟通神灵嘛，哈，对他也有代表了那些神灵来讲话，其实是很受尊敬的。是那也有人说，他们原始人，原始大众没有文化哈，才这么信。就是当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带给整个这个群体带来最大帮助和指引的，还就是巫师了。是所以我们一说巫师就是这些恐怖的想法，是吧？对。其实最早的巫师是每一个部落或者每一个村庄，或者草原上一个大族群当中，必须要去请教的事情。你离着他没法过的。对。就是这样。师傅讲的这个巫师有沟通神灵的啦，还有沟通这个亡灵鬼魂的哈。我听说就是在中国东北还有蒙古那一带哈，他们沟通的其实是一些动物的神灵。对。他们也算是巫师这一类的哈。先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对巫师的，就是通灵的类别上，就开始做深入了解了哈。对。那比如说就是蒙古国，包括中国的内蒙古，中国大东北地区是，在古代它是在古代的时候属于外国，你是倒退400年之前的话，它是外国，对，它不属于中华，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它这个在民间留下来的千万年留下来的这种某种叫巫师文化，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继承的。那么他们那边呢，就是有一个最昌盛的大宗派，就是和一些比较容易通灵的动物，来进行供养和沟通的。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呢，通常呢就是有5种动物常见的沟通，比如说就是柳黄，狐黄灰柳白。狐黄灰柳白。狐就是狐狸，黄呢黄鼠狼，灰是老鼠，对，柳是蛇，对，白是刺猬，白是刺猬。对，他觉得这几种动物呢，是容易喜欢修仙修道的这种动物。说修仙修道吧，它不光是人类的一种智慧某些动物可能也具有这种天性，也是修行的，就是也修行的，那么他们修多年之后呢，就是说也能成仙，或者能够幻化，还有呢，就是说你和他沟通的话，他也给你成为一个了解众人不了解事物的一个传话人员。对，这个在东北他们就说是查事儿的，对，帮他看事儿，帮他看事儿，对，出马仙是吧？这样，对他们叫出马仙，总体叫出马仙，是，出是出来嘛，就干活的意思，对，出马就是出来干活，这样的仙家，但是呢，这些呢，这个五仙呢自己没法出来做事，他都通过人在和他的沟通之后，用人话来传达着他的
了解到的讯息。或者比如说，咱们这个孩子要考学，说能不能考上啊？对。去问问黄仙儿吧。说有个人，比如说有一个李阿姨。对。就是干这个的，就是这种带有巫师身份，是吧？那因为人有时候想迫切知道未来的发生的情况，所以咱这个孩子读书一般，说将来能不能考上大学？比如说你现在上到中学8年级的时候，找这个黄仙代理人这个阿姨给看了一下，这黄先生说可以，不管怎么着是能考上大学的。对。那家长就放心了。对，有可能他这种，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动物，它是动物的仙。是动物的仙，已经不是一个纯动物了。它可能对某些事物有预知未来的这个作用力。他就说了，结果几年之后应验了。说哇，这个灵啊，是吧？还说这个他老爸，重病，去抢救去了。对。就问一下能不能好啊？问一下某个仙儿这个仙儿说7天之后就回家了，没事儿。结果7天之后果然出院了。身体基本健康。这几下就可出名了嘛。是。大家觉得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对。是。师傅，那他们是有本事看到未来吗？这个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就是他问的这个仙的能力如何？与这个有关系。对。每个仙能力不一样。还有某个仙有倾向性。有这样的。比如说某个仙可能比较善于疗病。对。有些仙带有预知性。有些仙呢与鬼魂容易沟通。所以它也是某个仙的能力，说每一家供的仙，对，每一家供的仙的这个仙的能力特长不一样。是这样。好，很有趣。所以这个是东北哈，但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民间的这一些法术类的，这叫乩童，也是巫师。也是巫师的一个类，巫师的一个类别。对，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与神沟通。神。比如说某个地方的地神，土地公。咱比如说拿台中市来说哈，比如他有台中市城隍庙，对。这接下来呢，咱们北方说城隍爷，土地爷，对。人家呢不是叫什么来着？地基主啊什么之类的。对。其实称为土地神就是。土地神。他这个台中市的土地神，也是会可能让某些人来代言。比如说台中最近西瓜丰收了，台中最近这个茶叶产量比较好，他就会找一些人来代言，给他传话。还有一些大家中华民族都共知的一些神灵哈，比如说哪吒。对。传说中哪吒3太子。对。这台中多少3太子啊？台湾可多了。是吧？好多他就沟通了。对，年轻人去做这个乩童。还有呢，还有佛教的济公。是。然后我看那些济公爷哈，来通过济公来传话，给人身上疗病的都有。对。就穿上电影上济公的那个打扮的衣服。是。也喝点酒。喝点酒就开始说话。据说有些说的挺准的。就是我们长大的环境不能提这不能提那的哈。但是到了这个台湾之后，在听他们在议论这些通灵的这些神仙的时候哈，有些很佩服的。是。那台湾人也不傻，说你成天骗人，谁会来供养你啊？对不对？也不理你了，你就没事做了嘛。对。所以有很多真挺灵的。是。济公。还有关公。还关公。对。还有很多神灵，咱过去不知道的。是。比如说赵公明元帅。那不是财神吗？财神。还有，我这是记得这几个，还有一些我不记得。还有像在马来西亚，还有雷神的。对，雷神。还有那个观音菩萨、观音娘娘的。特别多。对，所以就是台湾这个宏观的这个巫师哈，比较与神沟通的比较多。是。而且神就是上身了。对。他们都先是，我觉得拿那个香炉哈。
点上那个香之后，冒着那个烟，给这要准备上身的这个人呢，也叫乩童嘛哈。对。一般男的多，现在也有很多女的。啊，是。小姑娘长得挺漂亮，也去做这个。对对对。拿那个香在那晃着熏一熏。一会儿就上身了。一上身之后，就开始说的话的说神话，说神的话，还有他的举止动作、表情都不一样。是的。那最近呢，我在我们的网络上哈，我在台湾没空多去看他们。有一位呢，就是叫什么普度三公啊，普度三公。我挺喜欢他那个脸。他先拿那个香灰哈，呼往脸上抹。抹的那个脸吧，就像包公一样。对呀。都黑黑的。是。完了，发现有个神奇的现象。他整个几个小时下来哈，他眼睛没眨一下。这作为一个正常人类做不到的。这不可能哎。对呀。我还真这么看了。所以有一个里头2个小时眨了1次眼，有一次就是说我一直看，2个小时一下都没有眨过。这个是真的，这个大家都挺佩服。他是进入那个状态，他通了这个普度公之后，普度公可能就不眨眼是吧？所以他也不眨眼。普度公不眨眼，那是已经速成的泥像，他怎么眨呀？那佛像不眨眼呢，对不对？对呀，他通的不应该是那泥像，他通的是那个灵嘛，不是那个神嘛？这个很神奇了。你不要亵渎神灵，好吧？你这么说，神灵让你也不眨眼哈，一天。那我还是眨眼吧，老实一点吧哈。就是说，他反正显示出和常人不一样的这种一些特征。对。所以这位呢，普度三公是吧？普度三公。他就不眨眼。并不是代表所有的乩童附身之后不眨眼，是吧？对。你比如说我看那个济公在给人治病，这过程又眨眼，又嬉皮笑脸，又喝酒，对，很像济公似的。但是他那个瞎在那比划几下，咱们就说从外行去看的时候，看那瞎比划了几下之后，那个信众说真的腰痛好了，说我看了很多医生都不行，对完了，甚至说我看了3太子都没给我弄好，济公给我弄好了。咱们看他就拿这个蒲扇瞎在那呼了，是不是啊？那一般像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批斗，这像骗子一样。但你问这个信众呢，说他真的好了，他有效，好玩吧？是。还有一次有个人说他那个欠债，最后剩下1个房子了，人家都追这个债，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济公就出主意帮他把他的房子留下来。再之后慢慢出主意呢，用巧妙的方法呢，把这个债呢就偿还了。其实他并没费很多功夫，都是济公显灵之后给他传达的讯息。那这帮人呢，这个人就高兴到了，真是说我一辈子信济公。所以有很多在他这个神灵跟前哈受益的人之后，就去做一辈子的义工去服务。是这样。台湾还有最知名的神，妈祖。对。是吧？是。妈祖不去给人干嘛的，但是呢，很多人说妈祖有时候会有一些代言人，就来了，妈祖上身。妈祖跟你说这个说那个哈，跟一些指导。所以有很多得病的人啊，就在那等，妈祖那个巡游的那个轿子，能不能我们趴在地上能从我身上过去吗？是吧？就觉得自己被洗礼了，对，加持了。对，就觉得意味着今年就是顺风顺水，一顺百顺。为了这个哈，大家还挺非常在乎。这不是说像看笑话，而是信仰。是。如果说他们什么本事都没有，你说台湾人平均文化程度也是大专以上，他能信这个吗？对，不会。这个真是挺民厉害的。间信仰，对，因为很实用。对，所以那个台湾的各种庙哈，就比较多呀。对，比咱国内酱油铺多了，就是。对。所以刚才师父讲到说，这一些巫师他们的沟通的途径也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你像前面咱说了，有这个与动物这个动物先沟通的，对，帮人的哈。再有像台湾这一类的哈，我看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有这样子，也是与神灵沟通，对，上身说话呀，帮助哈，对，帮助健康啊等等的都有哈。对，
还有跟亡灵沟通的。跟亡灵。那么还有一种呢，就也挺厉害的，就它叫随缘的，就是说，比如说摸到了，它就是一种感觉。这个巫师呢自己有灵感，他本身这些人来做这个事的人，他本身是很灵敏的体质，能捕捉到很多常人不能发现的讯息。哎，比如说有些人摸了一下这个石头，摸这个石头，他觉得。比如说，今天咱们一伙人上山玩，那有一天有一个人走到山下的时候，山下那么多石头，他突然就摸到这个石头，他说：“今天还是别上山了，可能会塌方，可能会有这个土石流、泥石流那种啊，半个山塌下来，那会死人的，咱们还是别上了。”不是有些人就会有这种感觉，对，那也有人是摸到一个树。或者在树上掐了个叶儿下来，就觉得哎不行，神灵告诉我哈，别上这个山了，这个山今天有问题。或者上了山，容易冲撞神灵。容易冲撞神灵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摔伤。容易扭伤脚啊、腰啊。你看我在看韩国节目的时候，韩国还有很多上了山之后哈，这个人就失踪了。日本也有。日本也有神隐了，其实在台湾也不少。等走上去之后，就不知不觉之中。所以有些人说，3年里头他至少登山走这条道走了30多次。对，这个人愣短的消失了。没错，就是找不回。几百人搜救，搜不到人。对，就好像进入另一个时空一样。就没法破这个案子。对对。也不知道是被杀了，还是死了，不知道，找不着人。对。是，就非常神奇啊。对，所以就是有些巫师呢，他是通过某些物质物体，是不是就像破案一样？比如说有一个人失踪了，比如说有个中学生失踪了，那学校实在找不着，家长也着急，就请了巫师来。对，巫师来说，比如说巫师说哪些是他用的东西，比如说喝水杯吧。他妈说这个是他专用的喝水杯。巫师呢就可能拿起来闻一闻，嗅一嗅，因为在手里拿着这个杯子嘛，就完了之后开始念念有词通灵了，就是这个神灵告诉他，他现在在哪个方位，离这多少公里，那个现在所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还有现在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痛苦啊，还是已经没有知觉了？是。而有些巫师是能发现这个讯息。对，师傅，这我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在台湾的，那中学生在那个河边春游，结果突然那个就河水就涨了，结果好多孩子都掉水里了。完了，大家赶紧七手八脚的，有的爬上来的，救上来的哈，就是有一个女孩就找不着，找了好几天都找不着。后来这个警察也破案也破不了，后来就找了一个巫师，就这样能通灵的人，他也是就是跟这个孩子的灵魂跟他沟通，就找到了，是在这个河的某一个地方，他指得很明确，在那个往下挖，结果有个大石头，就那个尸体就卡在石头缝里面了，可是给那个尸体捞上来之后的话，尸体没有腐败，也没有鱼咬啊、虫子那些受伤的痕迹都没有，还是挺完好的。然后这个巫师又跟沟通，原来是河神哈，要把这个女孩子成为他的娶为妻子，对，所以也保护了他的身体。对，后来然后又让家人给供奉衣服啊什么的，好几套好看的衣服，就扔到河里面去。就完成了这个心愿吧，是这样。也是挺神奇的。这要没巫师，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哈。对，所以这个巫师呢，是在尤其是古代哈，在这个人类各大部落、各大民族之中哈，起到了非常的实用性的、超能力的这种帮助和指引哈。对，非常厉害。师父，这一点我们知道了哈。那我们在一些这个文学作品中啊，还有这个电影里边呢，也经常有看到有人去做法害人的这我们有的时候也管他们叫黑巫师哈。对。那师父在这个
巫师的这个行业里边有没有规则呀？就害人的人会受到惩罚吗？就我知道的这个通灵者巫师们，他是每一个门派都是有他的规则的，也就是有他的戒律，对要求。是这样的。违背者的话呢，是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就是严重到就是你这个巫师当场死掉，完了甚至说你的灵魂可能去抓去到地狱受罚。很严重哎，非常严重。或者让你的后代灭绝，都是可能。非常的严重。所以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应该叫巫师的门派中他们都是对他们所信的神灵是发了毒誓的。是这样的。是，所以不敢越界操作。了解了。那你所说的黑巫师呢？这个就是当心黑了之后，可能与他门派没有关系。比如说你贪念升起的时候，对不对？对。就比如说你警察知法犯法，为啥呢？贪心升起嘛。黑心了。可是他们的局长没让他们贪心的，没有，对不对？那今天作为巫师来说，你本来是令这个众生受益的，可是你呢，是见利忘义，贪心升起。就是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比如说你花钱，我就帮你处理某人，是吧？对。那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比比皆是这种事情。但是他们呢，也会出问题。了解了。说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这样，就是会做法帮人的人那个时候不叫巫师。跟我们说说呗。好啊。对。小的时候就住在姥姥家那个跟我表弟一块儿长大那表弟比我小好多，我就是8岁9岁的时候，那表弟才不到1岁然后姥姥看着管他嘛他有的这个表弟他就是特别容易受惊吓，经常就是晚上夜里哭什么的这样的然后姥姥也是很有经验的，对，一哭闹呢就看他如果是这个印堂这一块要是有一根青筋起来就是姥姥就说哎呦，这个你弟弟又受惊了我得给他弄一弄。就平时的这种惊吓，姥姥也是有一些小手法就给他处理了。结果有一次就记得这个弟弟就哭了好几夜就不止然后不仅是这个那个印堂那儿有一根青筋吧，后来姥姥说那个表弟大便都是绿色的了，说拉绿屎了。姥姥说哎呀，小孩拉绿屎不得了这是惊吓严重了这吓破胆了才这样的很危险。对，姥姥就没办法了，他弄不了了然后我们就是隔了一段距离，外头有一个老太太，我们就喊她黄奶奶就她就是比较会这种收惊帮助这种小孩的。然后没办法就把黄奶奶给请来了呢，她就跟我姥姥一块儿呢就处理这个表弟。然后呢他们老人在那儿弄呢，就让我们小孩都躲开，说你们不可以看你们在外头去玩去。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悄悄的就在那个门缝那儿轻轻开一点缝，然后一只眼睛往里头看看他们在做啥然后就看见那个黄奶奶她就倒出一碗米那个小米儿，对，满满的一碗。然后呢她蒙上一块布，然后她就在那儿就是又念咒又做法的，就是那样的对，过了一会儿的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那个布揭开之后，那个米就少了小一半就剩大半碗米了。对，然后我还能看，然后他还给我姥姥看，说你看这上头还有就像那个手指头画的印儿似的那样子的然后他们说些啥我也不懂也没记住。对，然后呢这个黄奶奶说呢，这个不行，还得继续做然后就让我奶奶说你去厨房把那个大蒸锅给蒸上给做上。那个时候都是那种烧柴火的那种大灶老大了，那大锅也老大了完了就等着那个水开了，就是都冒热气儿了那种如果要是蒸馒头，那个就放上那个蒸屉就能盖盖了，就到那个时候了。然后那个黄奶奶就跟我姥姥说把孩子抱过来
然后姥姥就抱过来哈，就是往上头一放，就好像是熏一样的啊，熏一下，哎，就把孩子又抱回来了。然后那个黄奶奶就说这就行了啊。后来黄奶奶离开之后呢，我们就观察嘛，哎，这弟弟就不哭闹了，尤其到晚上都睡得很安稳。第二天的话，那个青筋也没了，然后大便呢也都正常了。哎，这次过后的话就非常的好，就这个经啊就给解了。对，师父您说这个黄奶奶是不是也是一个巫师啊？也是巫师。对，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哈，可以帮小孩子安魂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因为小孩子这个受惊吓之后啊，他有些严重的就是没多久就会死亡。在第二轻的呢，第二严重的呢，就可能会变成比如说对眼啊、斜视啊。就是精神出问题了，就脑受损伤。对。第三类厉害的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痴呆。就好像有点吓傻了。对对对，反正就是说这是不好，很严重的就成了一辈子的事儿了。就是对，就伤害是一辈子的。是，对。那所以的话呢，在中国会有这么一个很大的民间的流派哈，就帮助这个小孩呢能够安魂。对对对，他们是规矩挺严的，是不收礼物，不收钱财。对对对，就是帮人，哪怕是半夜。你睡觉睡到半夜都一觉就来，有人请你去帮忙，你也得去，还不能拒绝。是，真是。他就是这个最初入门的时候，师父授法给他们就是这个要求。而且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事情的受益者。比如他师父在他小时候救了他，而救了他之后，因为他的命相的原因哈，就是说那你要。到我的道场要给我服务，而且只要一服务，师父要求就是一辈子，还要说那就是说以后你也要帮人，对，帮人时候再讲规矩，规矩说你能执行吗？说一定能执行，好了再给你受法，就是这样，对，还挺好的，对对对，是，对，那我听到觉真老师讲这故事，我也想起来了，师父哈。对，我小姨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是我妈妈给我讲的啊。对，她说小姨小时候，她忘了，可能就6、7岁的时候吧。小孩爱吃鱼嘛哈。对。有一次吃鱼，然后就被一个鱼刺给卡住了。哎呀，小姑娘，然后卡住以后就难受的，就是抠也抠不出来。然后那个喝醋也没用，吃馒头也没用，就把全家人给急的，然后小姨就不停的哭嘛哈。后来没办法，就说那怎么办？就送医院。当时那个地方的小医院去看了，医生看了看说，哎呦，这个鱼刺看着挺长的，说可能要动手术。那小天对呀，就是还挺大一回事儿。小姨那个年龄也小嘛，一听动手术吓坏了，说就闹着不要嘛。后来家人没办法就说那就带回家吧哈，要不然再试试。就回家的这个路上都快到家了，然后呢就遇见了一个老爷爷，我妈妈当时跟着一起嘛哈。然后说那个老爷爷也是长胡子，看着特别慈祥，然后看着我们一家人，他们都特别紧张，慌慌张张的，就问说怎么回事儿啊？然后家里人就说了这个情况。那老爷爷看小姨看了几眼，就说这孩子我能帮哈，然后就说你们先回家，我过一会儿我就过来啊。然后过了一阵，这个老爷爷就过来了以后拿了一袋东西，然后从那个袋子里拿出一个黄表纸来，又拿出个毛笔。就在那个黄表纸上，写了一些东西。我妈说她也看不懂，反正写完以后呢，就看那老爷爷就对着那个纸开始念咒了啊。念完咒以后呢，就让我们家去拿打火机把那个纸烧了啊。烧完之后，那个烧下的那个灰呀，老爷爷说准备一碗清水，把那个烧的灰再倒到那个清水里面。然后老爷爷一个手呢，又指着那个清水，说又念念有词的念了一阵。在那个之后呢，我妈妈说当时就是那个老爷爷就拿着那个水给小姨，就说你把这碗水恭恭敬敬的喝下去。小姨那个时候就真的就想的是老爷爷给的水哈，看老爷爷还很神的哈，就很开心，把那个水就喝下去了。说喝下去了以后没到1分钟，小姨就咳嗽了一下，还不是很使劲的咳嗽，然后那个鱼刺就从那嗓子里就给出来了。然后全家人一下子就松了一口气。这个太悬了哈！是，真是棒。
是是，我妈妈就一直这个故事她都记着，我长大她讲给我听，我说哎呀。就是那师傅说这个老爷爷，其实他们当时也不认识这个老爷爷，真的老爷爷就出现了啊，说这个是不是也就是一个挺好的，这也是巫师哦，这老爷爷啊，对，你看很实用吧？对，实用。卡住鱼刺这个事真挺难弄，对，这个经常发生，跟家家户户都发生过，对，是。我们还遇到过，看着就是有的溺水的孩子哈。对，夏天热那时候哈，现在乡下没什么正宗游泳池，也没有救生员，只尤其一帮小男孩啊，有的光个屁股，有的穿个大裤衩，噌就窜到水里去，就有弄不好一下就溺水了。溺水之后，这个如果没人救就死了，是吧？有的把孩子给拽上来，几个小孩把这个溺水的小孩拽上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办，是吧？这也有就是画符给他弄好的哈，这种特别比较不可思议的这些巫师哈，非常帮人是，除了这些帮人的故事哈，就还有一些就是挺奇怪，就有点不可理解的故事了。这个我也听我一个同学跟我讲过一个台湾的故事，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个是城门口的石狮子哈，这个是几十年前在台湾的一个老城发生的故事。一家3口人，爸爸妈妈和一个10岁的男孩啊。那有一天下午呢，5、6点钟，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做晚饭，孩子自己呢在屋里玩。突然间，这爸爸妈妈就听见孩子在里边鬼哭狼嚎啊！这家伙，吓得他爸妈赶紧放下锅碗瓢盆，完了往屋里边跑。进来一看呢，孩子在床上一边打滚一边声嘶力竭的大喊，然后爸爸妈妈想抱住他摁住他哈，就抓不住，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力大无比。然后邻居们也都闻声赶来了，一看不对劲儿，就说哎呀，这孩子别是中了邪吧，就帮忙上来摁孩子哈。然后来了10个8个那个成年人，好不容易才把这孩子给摁住了。大家一看孩子呢，也都吓坏了。为什么呢？这孩子的脖子上这后背还有这腰上都是伤口，这些伤口呢特别像是猫抓的，但是呢这个抓的这个动物呢应该比猫大，因为这爪子呀比猫抓的要深，而且比猫抓的那个爪子印儿还要粗。这孩子呢当时呢也都神志不清了2个眼睛往上看就看房顶，就好像房顶上还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个中间就有一个邻居呢，他就说哎呦，这孩子中邪了，要不然去找那个巫师吧。他就认识当地一个很知名的巫师。那孩子他爸一听呢，赶紧就走然后这俩人去就把巫师请来了巫师看了孩子就说等一下，我先把孩子先弄好然后巫师说完就抽出来一根钢针，特别长特别粗，比那一般的那种缝衣针长多了，然后就朝那孩子的那个中指噌一下就给穿进去了，就把那个手指头等于直接给穿了个洞把旁边的人吓得都得多疼啊！对呀，都直捂眼睛。对呀，多疼啊！所以本来神志不清的那个孩子就嗷的一声叫唤结果这一叫呢就醒过来了，完疼啊就直喊，他手指头也疼，这身上那些伤口也疼，疼的就开始哇哇又哭上了那爸妈就赶紧哄就一边哄一边说孩子你看看我是谁。完了孩子看一眼，你是我爸你是我妈认得了对，大家就说太好了认出爸妈了，说明这个神志清楚了然后他爸妈就说那这孩子怎么回事，你给我们讲一讲。那孩子就说了，说不刚才有2只狮子咬我他爸一听完了，这孩子还是中邪，肯定吓傻了。哪有狮子呀？家里怎么能大白天的？对呀，家里怎么能有狮子呀？他说儿子，你说胡话呢，咱就动物园里才有狮子，整个台湾也不会有狮子呀完了，可是孩子坚持说，就是2只狮子，长红毛的那个体型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他父母听了也是很讶异就说虽然说台湾不可能满街跑狮子，但是他这个身上这个伤口看着确实是抓伤的，但是咱家里又没有养这个猫狗的，到底怎么回事呢？然后说孩子你再慢慢说说完整一点
孩子就说了，说刚才爸爸你们在厨房里做饭吗？然后我就在床上躺着玩呢，可是突然咣当一声，不知道谁就把我给推到床底下来了，我的脑袋都磕得生疼，然后我就捂着脑袋，刚想从地上爬起来呢，哎，就看见床底下趴着2只红毛狮子，给我吓得我就往外跑，我喊你们，想往外跑，我还没跑出去呢，2只狮子就给我扑到地上了。这2只狮子也太吓人了，2个大红眼珠子，还有一脖子的红鬃毛，我想当时肯定要咬死我呀。结果呢，这俩狮子也不咬我，趴在我身上就吓唬我。然后我就推他们吧，狮子就拿爪子来拍我，我又推呢，他又拍我，这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完了，大家一看哟，再看看这个孩子身上这爪印子，确实是哈，想一想这个确实这孩子说的也是真的。那孩子又说，我现在想想，好像那个狮子也不是说要咬我，好像他们想跟我玩，跟我说话。这个时候请来那个巫师就问孩子了，说，孩子啊，你想想啊，这2天你都干什么事儿了呀？你有没有那个招惹过一些什么东西呀？孩子想想，没有啊。完了，对了，也就昨天我拿了我爸那个黑板写字用的那白粉笔，我就到咱们城门楼下头那2个石狮子那儿去了，我在他俩脑袋上，一个上写了个3，一个上写了个6，因为我们家门牌号是36号嘛，我心里还想呢，以后这俩狮子要到我们家来给我们家看门多好呀，所以我就把门牌号写在他们脑袋上了。巫师这一听啊，赶紧走，带着他爸他妈，然后拿上干净的布，拿上1桶清水，好直奔那个城门楼啊，就去找石狮子去了。到那儿一看，嘿，这俩石狮子那脑门上的确是哈，一个写了个3，一个写了个6。他爸妈一看，赶紧恭恭敬敬鞠躬啊，完了赶紧就拿清水拿布去擦洗，一边擦还一边念叨，哎呦，狮子爷爷对不起您了哈，我孩子可不是故意的，您别生气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呀，我替孩子给您赔不是了啊。整整的就是擦了1个多小时啊，给这2个狮子洗了个痛快的澡啊，把这一对石狮子都磨的都那个擦的都锃光瓦亮了啊，这好像都好几10年都没有这么干净了。然后呢，他们擦完了狮子之后回到家，然后那个巫师呢，这个时候才把孩子手指头上那根针歘给抽掉了啊，抽掉之后呢，孩子也就恢复了正常啊。之后啊，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嘛。这老城里的这些老百姓们，好对城门口的这一对通灵的石狮子可太重视了哈。过年过节啊，不管是端午、中秋、春节还是什么节，都去拜这个石狮子啊，还给那石狮子穿红挂绿的哈，然后尤其是这个孩子他们家啊，那么逢年过节必去，别提了，他爸就更是了哈，就差初一15去给狮子磕头了。对，所以这一对通灵的石狮子带来的故事，很有意思哈，这个石头狮子的故事哈，对，好玩，对，所以这个就是挺神奇的所以想让师傅来给大家也解释一下，这个石头狮子。就是这对狮子，我们从故事中知道肯定是通了灵的哈，就到了小孩家里来了。是，所有的石头狮子都通灵吗？都有灵吗？不一定啊。就是从这个我所认识这个世界来说哈，就是万物有灵，万物有灵。比如这个石头，它在雕刻成狮子或者雕刻成佛像之前，它也有它的灵，石头的灵。这个时候呢，当某种因缘来了，把这个石头呢又雕刻成狮子，啊，那还有呢，有的这个雕了狮子之后哈，还有不光是起到一个装饰，在过去来说的话，还会请一些法师或者巫师来做法。就是让这个狮子更通灵，比如说他来镇守这个城，对，比如说因为放狮子，对于华人来说的话，通常那个地方代表城或者是政府衙门，
对，门口才放狮子，是，有时候大石头狮子。对，像个人家哈，政府就有规定，过去是你的门口不可以放石头狮子，是不允许的。如果能放的，可能是非常高级的官员，在古代来说。所以他们在这个古代的政府没有迷信不迷信这个说法。所以他们把这个狮子给请过来，放到城门前也好，放到庙门前也好，或者衙门前也好，这个都是找巫师做法的，希望这个狮子就是他这个灵，这个狮子的灵能够镇守一方，或者能镇守的庙，或者能镇守我这个县衙。对，它带有镇守的意思。所以会给他做一种这种能够让它通灵的一个做法仪式。所以有很多这种它有点像佛像开光一样。给做法通灵之后的某些物品，它就是具有了更强烈的灵性。它就通灵了，就通灵了。那是不是就是越老的越那个灵也越强呢？通常是哈。对，就是这个故事出来以后，我们后来跟我同学又查了一下嘛。这台湾当时是清朝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清朝的政府就把那个石狮子给带到台湾去的，台湾才有了石狮子这么个事儿。这是很神秘的。对，就是镇守的嘛。所以这个就是师父说石狮子就是这样的。那有的比如说刻的龙其他的也会通灵，对吧？就是它刻成不同的动物形状形象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不同的灵。比如说我在过去某一所大学请我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大学的校长呢，第二天呢，就是忘是早晨还是天要黑的时候，去看他这个大学的门口。进了大学门口呢，整个堵着这个大学门口有做了一个像布了一个景色。一进来显得这个大学有文化气息对。他用这种请这个建筑工人呢做了一种景观石头加水泥这种塑造出来的龙，石头龙，就有点二龙戏珠这样的感觉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前面的校长，他们底下管事的人怎么做的。我觉得这个龙的眼睛上是就点过睛的，画龙点睛对，这个一般建筑来说不会点睛，一点睛就会说传神通灵的意思。在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如果让你们看的话，就是一个水泥加石头，对，这样塑造的两条龙嘛。就是当这个大学的艺术品来看。那我在看的这个龙是会动的，而且很野蛮。很野蛮。说这个龙呢，就是好像从那个附近的某个山里头出来给调来的龙。我不知道什么人做的法变成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这个龙呢是恶龙。那个大学校长请师傅去，肯定是有原因的吧？对呀。关键是很有意思的是，他请我去就是帮他救他的命。前面两任大学校长，每一任都不会1年之后就死。就这个恶龙搞的。对，有一个叫车撞死，有一个说一发现有癌症，不到年底就10个月就死了。他是第3任，那这坐上去。他是第3任，就吓坏了。是啊。那时候啥又不能说，又是迷信类的所以他知道我帮了一些人呢，就请我去，找着理由请我去，就主要让我看这件事能不能破解。他知道是这龙的原因吗？他就是有人，因为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大学里有一帮老人家的话，还有一些知识面的嘛。对，东议论西议论，就是说是不是咱们学校风水不好就找这个风水的根儿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门口这个龙，这个龙塑像那我觉得也是。所以他就
指领着我去看那个龙。对，那我给那个龙沟通了一下之后，对，那就是我知道人家请我来的意思哈。之后我就给他谈，跟龙谈，就是让这个龙走了。就是你不要再来在这吃人，上来，对，不要再吃人。以后不要到这儿来。那我呢，从做法的角度来说，我给他下了指令，就是他以后就不能上这个大学来。那大学就太平了，就太平了。校长这校长就他那个校长顺利做了6年，光荣退休。太好了，对对对，师傅啊，真要感恩师傅啊！真是好玩。那我在看那个龙的时候，那个眼睛哈冒着像疯子一样，冒着红光，那个牙齿啊一张一合的，就是说就是要吃人。哎呦，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我觉得关键前面哈，推荐一个是塑造龙，还有他请什么人啊，在什么时间里做了这个法，谁也不知道。还是有人使坏。对，其实是使坏。对，哎，是这样子，因为争校长嘛，没争上的人就请这个，就是刚才觉得说那个黑巫师哈，对，就贪的钱嘛。对，完了之后就是你帮我整治，现在接下来当任者，你看谁当老大就咬死谁。哎呦啊，其实有这个意思。结果果然2任都是不到1年就死。好在师傅及时制止了。哎，是及时制止啊。好玩哈。对，所以就从故事中还有师傅讲的这个，我们就学到说，其实我们要恭敬万物哈。恭敬万物。对，即使它是一个雕像，其实它也是有灵的。是。要恭敬，不能亵渎。是。对。那还有说，那为什么这个？他脑门上写了2个数字，完了这个孩子心里就一想说：“哎呀，狮子，你到我们家来看门多好，这狮子还真来了呢。”我觉得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对着这个狮子说了啥或做了一点啥哈。对，他写了个字，其实目的也不是亵渎，也不是不敬，是吧？孩子不懂事儿，是不懂事儿。对，这2个狮子呢，和这个孩子之间哈，有着某种古代或者和未来的缘分在里头，不至于是来害他。对，但是呢，他们是一种，它是带有它的神性。对，这个狮子哈，是动物的神性的东西，属于神类的狮子。那么这个小孩和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我说不清的关系。其实找他来玩来了。找他来玩，不是每个人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也去狮子那儿，说你也去我们家玩吧。他不一定去，不一定理他。没错。是这样。但是来找他好玩，对呀，那小孩不知道他是找他玩的，以为狮子好家扑我身上，都吓死了。对，关键他父母亲受不了。谁都受不了呀，这个对。所以这个小孩也不简单，其实。这么一回事儿。是，不是一个普通孩子。那说不定将来这个小孩就变成巫师啊，什么之类的。通灵。他容易这种有通灵特殊的体质。有潜质。有潜质。对。那师傅那个。来的那个巫师拿了个钢针给小孩手上扎了一下，这有什么说法吗？这是一个医疗急救的一个方法，而不是用于巫术。这不是做法哈，不是巫术。就是说一个在比如说，看到一个人，比如说汽车事故哈，汽车翻车之后有一个人从车里甩出来，不会动了，也没有任何动静是吧？那一般医护人员呢过来呢，就是先拿个东西啊。去挠手心、挠脚心，看有没有动静，看有没有反应，看看有没有呼吸、鼻吸，对，是吧？还要按动脉，出来做测试。那么这是第一层测试，第2层测试呢？说如果这些测试都不行了，第2个也已经不叫测试了，就开始急救，就是急救。就觉得可能他没有死透，把他救回来。对，要救回来的，我说除了事故的人，因为撞击而这出现了一种叫昏迷状态。对，那么还有人呢，出现了像这个中邪一样，对，吓的，他是糊涂了，对，或者昏迷不醒哈，是这2种都有。所以用针扎指甲，
扎指甲盖下面对或者扎指甲盖上面的这层皮哈，是非常的痛。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讲一些什么人被什么人抓进监狱上刑法哈，最可怜了，钉竹皮儿，钉竹签子，往这个指甲里头钉，是痛的要死。他不会要命，但是让非常疼痛难忍。十指连心嘛，就是十指连心的，就是非常痛啊。所以的话，这个呢是扎这个指甲这里呢，就是让他从那个一种特殊的迷糊状态清醒过来。哦，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巫师也采用了这个针刺激指甲这个方法，就是为了让他在那个状态里回来。结果果然回来了。对，小孩本来都吓掉魂了。对，其实这也是一个招魂急救。不是招魂，是急救的一个方法啊。那我们知道还有个急救呢，简单的急救呢，还有掐合谷，对，就是大拇指、食指中间这个位置哈，用力掐它，这个不是最厉害的，再厉害就掐人中，这个大家都知道。对，然后犯心脏病了，躺在地上，有些人就掐一掐。对，当然了，这个说你要不要急救人呢？你还看看你所在国家的法律哈。是。有些法律在加拿大说，他躺在那儿你别动他。别人趴在那儿，很多人就习惯的说扶他，像我们中国人说扶他坐起来。做好事嘛。其实有时候因为医学的原因哈，你不懂。就是他趴在那儿或者躺在那儿，你不能动。对。你只能打那个急救的电话。一般是这样。除了你被训练过做医疗急救，否则不要动这个倒下去的人。晕倒的人。就是你倒下，把他比如说放平他，有可能促进他死亡。扶他坐起来，可能也会造成危险。是。对。所以有这个说法哈。好的，了解了。这个石狮子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有意思。对。那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哈，师傅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槟城哈。这个我们自己同修他的亲身经历。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好。好。搬进了这间别墅，发生了很多事情，天神对讲会大喊大叫，他们会有一种觉得很恐惧，搞得整个家里不吉祥，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陈秀晶，来自马来西亚明业长塘。这间房子，老公是在2015年买了一个空地建的。这间别墅周围只有一间房屋和野草，还有森林。我先生是一位很喜欢艺术，收藏了一些古古怪怪的画像啊，比如说无人头摸旗画像，或者一幅黑漆漆的像鬼这样的一个画像。我们一推开家门，就会看到一幅好像鬼这样的黑漆漆的画像。但是我先生说这是一个很吉祥的画，对他来说，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恐惧的画来的。2018年，我跟先生去了东欧的华沙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它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博物馆来的。在里面呢，摆设了很多已经战死兵士们的那些衣服啊，他们的头发啊，他们的骨骼啊，都在那边。当我看到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恐惧。先生是一个很不怕的，他觉得这都是艺术啊。在东欧回来了之后呢，2019年2月，我们正式搬进了这间别墅。怎么样？以后呢，你做少奶奶了？好的。不知道是风水的问题呢，还是这些古古怪怪的艺术品哦。我先生每一个晚上睡觉都会发出一些很恐惧的声音。有时候还会大喊大叫，我在他旁边睡觉也会被他吓醒了。每次当他在发梦的时候，我都会把他叫了醒来。什么事情你？
醒来之后问他，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发什么梦。在东欧旅行的时候，他都不会有发出这样的声音。当他睡觉的时候，只有到了这个家之后，他真的每一个晚上都会发梦。我有请了风水师过来我们家看看，他告诉我们说，你的楼梯啊，你都要把它放红色，吉祥。那我们就听他的话，就把他要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可是都没有改变啊。在2019年8月1号，我先生突然间早晨起来吐血，吐血之后我们就去医院检查，很难接受之下，医生的报告告诉我们说，我先生得了晚期的癌症。我先生是一个很照顾身体的人来的，从不抽烟喝酒，不熬夜，一个很照顾身体，而且每一年他一定会做一个身体检验。很出奇之下，在2018年的年尾，他也做了检验，关于癌症的都一切正常。就是在了2020年4月27号，9个月的时间，先生就离世了。后来我无意间发现到他的癌症报告，这个部位红色呢，就是他的肝细胞，在肝的旁边呢，就突然间看到了这2个人头，这2个人头真的像那些士兵，我真的无法理解，到底我的先生是家里的风水问题，或者是这些艺术品，或者是他到了东欧国家，那时候他去摸那些骨头啊，导致了他离世，还是什么，我真的不了解。先生离世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孩子们上学都无事的，但是回到了家，他们会有一种觉得很恐惧。很诡异的是就是他们睡觉，隔天早上起来，身体就无端端的会有淤青。有时候在脚啊、手啊、身体背后啊，只要一没了，多几天就有。我本身更奇怪的是我每一天晚上都发梦到我自己从高处掉下来，楼梯上滚下来，山上跌下来。在现实中，每一天抹地我都会跌下来，只是在家里，外面我从不跌倒。最出奇的2次，我从楼上真的跌了2次下来，跌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在我先生走了之后，很奇异的是，我养了那只小狗狗，它每天晚上从11点开始就会大呼大叫，发出了凄凉的声音。我跟孩子都很害怕，所以我们从未去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先生走了之后，我的脾气变得很暴躁，我的孩子无端端的在看着电视机，我都会骂到他们哭。你回来就是看他们，你跟我滚！当我开始骂的时候，我本身真的无法控制那个情绪。每次骂了之后，我自己都感觉到很难受，因为他们都没错嘛，为什么我要拿他来这样骂？搞得整个家里真的很乱，不吉祥，孩子都不想跟我讲话，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我很无助的时候，2020年9月，干妹妹介绍了我认识了菩提禅修。在这期间，我就上了菩提禅修8天半的健身班。没想到健身班可以带了我很吉祥，改变了我整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在师父的开示，师父有告诉我们说，家里不可以摆放鬼怪的收藏品、古古怪怪的装饰品。特别不吉祥的那个带有鬼魂式的那种图案的，也有很多日本图案当中，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图案之中，有很多是鬼魂图案，所以大家小心不要用这个图案，用吉祥的图案在家里。当然有这个正宗的这个佛像啊，或者坛城啊，或者一些大师的一些书法呀，都是很吉祥的。这样家庭就祥和。这时候让我想起，我家就是摆放了很多这一类的古古怪怪的东西。当天晚上我就把家里所有的这些收藏品都包了起来，把它丢掉。把它丢掉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很开心。我就引请了师父的一些法物，比如七星八卦阵。七星八卦阵是把我们家镇下来的，是最好的一个风水摆饰品。我听师父说，四壁观音堂哈也是一个吉祥法物，所以我也把它引请了回来。当我把师父的法物全部都安置了之后，很神奇的是，当天晚上小狗狗再也不会发出凄惨的声音，到现在已经3年了。还有更神奇就是我本身晚上睡觉再也不会发噩梦啦。那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到天亮。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跌倒了，孩子身上也没有一块块的淤青。这3年里面，我的脾气已经改了很多，都好了起来，和孩子们的感情都很好。我真的很感恩师父，在我最无助、最无奈的时候，救了我们家，让家里不好的磁场、不好的风水变得吉祥。现在我的家很温暖，很幸福。弟子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哇，我们看到这个陈秀金讲的这个故事哈，哇，里边很多让我们有启发的点呢啊。首先，他们家这个先生啊，布置房间哈，特别喜欢那个古怪的艺术品，对啊，那个什么没有头的，光一个手的，在那摸着象棋的那个对画儿啊，对，还有那个像鬼一样的黑色的黑漆漆的，对，特别可怕。对，还有那些小人偶啊，哈，这一些哈，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师父讲过，就是说，它这个画面本身哈，它也会招邪的。刚才我们听了石狮子的那个故事，也知道嘛，雕塑出来的有形体的，它也会招灵魂来的哈。所以平面的这一些画作，应该也是一个道理，是不是啊，师父？是的，对，甚至是说画的人本身有些邪气的话，都传递进去，他画的画也就带邪气啊。你看，是。那他先生他就喜欢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说明不太好？就是他这也就是一种因缘吧，对吧？真是。你像比如说当今来说哈，这世界各地的叫现代艺术品展啊，比如你世界每个国家大城市都可能有这种展览哈，你不管哪个国家，就是这现代艺术展，这没法看。因为我看的有一个哈，他呢不是用什么样的化学什么东西哈做成的，就是咱们看到是猪上头拔了几个罐子，猪拔罐儿啊，风湿猪啊，不是风不风湿，他这个所谓的他这个艺术作品哈，就是一头有1米多长、1.2米左右长度的，你看像一个真的猪一样，白色的哈，躺在那儿。就是身上呢拔了十多个罐儿，就是那个要表达啥呢？就是玻璃瓶子那个拔罐器，拔罐就拔到这个猪身上，这是他的作品啊。
我不知道他为了啥呀难以理解。啊，他是不是觉得他经常拔罐儿，是他对拔罐儿这个事情比较有感悟，还是怎么了？师傅，我也不太喜欢那个现代艺术，看不懂，对呀看得一头雾水，直挠头。对，还有就是画的说，你一看那个脸儿吧，就像鬼脸，两眼无神。一个这个就是在亚洲来说，像印尼和日本画家最凸显这一点。有这样的，日本净画的一张白脸都不是你没脸。看的是两个人站在那儿哈，其实那个眼神里头没神。对请问他画的动机是什么？他画的是什么？对呀，对呀，应该画了个亡灵，哎呦，亡灵。但是卖的还挺贵。你说画真人吧，健健康康的、青春活泼的，现在不值钱。说那个已经流行过去了。是现在到了叫扭曲的时代。对哎，你画的又不是个东西，奇怪的、吓人的，说这个就叫现代艺术。对，非得找那个怪异的。所以会骷髅头啊什么那种的哈。对，衣服也是嘛。本来衣服上绣一些吉祥的图案，或者是画一些卡通的、可爱的哈。现在竟是那种骷髅头啊，对，特别黑暗的感觉。对呀，就是那种是所以这些都不好。你看我们不太好都讲过。至少给你带来的感官上的信息是啥呢？不想看，恐惧，一个是叫幽灵式的，恶心，幽灵式；第二种呢就是恶心的，对；第三种呢总觉得与死亡有关系，对，是吧？那这个都不好，都是负面的感官。它给你带来的信息是啥呢？就走投无路，是吧？但是又害怕，对，反正都是很负面。所以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描述啥，不知道要描述啥。艺术家自己心里的那种吧，还是要选择阳光正面的东西摆在家里。那所以的话呢，这个我在看着他和他先生他们去那个二战博物馆，二战东欧的叫华沙博物馆哈，是的，二战时期的，对，他他们和先生还触摸了二战的一些死亡士兵的头颅骨骼，对，其实就是尸体的一部分，对呀，头发什么那些，这个不好。不好，所以对我们要提醒所有的网友哈，听到这一段的要记住，对，就看咱还得有点距离呢，别去摸。那我们看一看，就是说，他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哈，他先生临死之前透视，那个 X 光透视的那个影像，对，稍微放大一点点哈，大家看，我已经发现里头有3个诡异的人头脸，是。你看一边一个吧，上面还一个。对，底下的这个2个，它特别像带着那个钢盔的那种形象，就像那个士兵的形象。对，而且还特别像西方人那个脸。哎，是。然后上头的那一个就是仰着头、张着嘴的感觉，有点像鬼。对，非常诡异吧？是。这可是一个超巧合的事情。是吧？这是他身体的 X 光呀，那就是他 X 光就照出来是这种东西。对，而且他就是从那儿回来之后就搬进了这个新家。搬进新家之后，他先生就天天晚上做噩梦。对，一个是做噩梦，还有就是过了不长一段时间，竟然查出了癌症晚期。对，然后又不长时间就离世了，没多久就走了。是。对。你看，这就是来要命来了。这就是关联的嘛。也就是到底是谁要的他的命呢？对呀。其实有若干个讯息。对，我真正导致他要命的呢，应该就是二战时期那个某些亡灵，跟他回来了，对吧？咱们说今天你是这么想哈，那些亡灵为什么带有一些恐怖的、可能会要人命的讯息呢？他们自己也是那种被残杀，或者我也不知道。那都是些年轻的孩子呀，对，20来岁，是吧？正是青春活泼的时候，对，又没结婚。甚至没有恋爱，回了家，父母亲呢哈，他爱得不得了，对不对？掌中宝，可是这个时候在战争之中，他的生命，有些就看着自己的腿断了，流血死亡，有的看着敌人的刺刀从自己的胸膛上穿过去，整个他有多么的愤怒，多么的不甘心，对，就多么的委屈，对吧？甚至是每个夜晚都出来对着月亮在哭泣，真的。懂的人说啊，这里有鬼哭狼嚎，为什么有鬼哭狼嚎，对不对？可是呢，他们不懂，对。所以普通人说啊，这个有些博物馆管得不严哈，咱摸一下这个头颅骨骼，摸一下他的腿骨，
甚至还说一些评论的话，对，说这个人可能长得有点丑，说这个人可能长得有点帅，说评论的话千万说不得，就是你不触摸哈，比如遇上亡灵，遇上神像，遇上甚至画鬼幽灵的像，到了寺庙，对佛像、神像、菩萨像，啊，这种甚至是什么，阴间的这些，鬼啊、鬼王啊，啊等等的，不要做评价。就心怀恭敬。心怀恭敬，对，心里也别贪起来某种怪异的贪念和分别心哈，以避免惹祸上身呐。哎，这种事儿像我们在小时候，这是我遇到的，我讲过好几次。有个小孩儿，其实他是我那个上小学的同学，是吧？当年去我们那个叫友好寺院，我就在那帮忙，修炼都在那帮忙。结果那个时候中国宗教还没有开放嘛，这是已经有邓小平说开放，海内开放，所以有很多寺院没有正式的僧人呐，什么这些仪轨都没有，就是一像呢，很多佛像、菩萨像、法器哈，都放在大库房里头。那我呢帮着照顾这些像，结果我们的小同学，我们老师带着大概200来个小同学，就是来溜达参观。给见识见识，这目的也是挺好的。我其中一个小男同学，其实他家呀离我那个家住的不是很远，所以我认识他，但是不一起玩，他比我大2岁左右的啊，我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没拦得住啊，在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一尊叫愤怒的神像啊，愤怒的神像，因为那时候没有供奉嘛。就当仓库就放那儿，都放在矮桌子上头。这个愤怒像呢，在这个脖颈上挂着18颗人头骷髅。这个小孩手贱过去就砰，一下就把一个骷髅头给扭掉了。装兜里拿走了。后来我就给师傅说了，哎呀，师傅直拍桌子，坏了，哎，招灾呀，哎，麻烦了，就师傅直喊麻烦了，师傅很着急。几天之后，我回家去打听，结果就是那个小孩第2天爬屋顶，那屋顶呢是有点尖啊，爬屋顶呢一下踩空了，从屋顶上直接掉到他家院子里头，把一个大腿骨直接摔坏了。天哪！就拄双拐。而且每天喊疼痛，痛到晚上至少痛2个小时。他爸就找医生开的就是比较厉害的止痛药，天天还得吃药，就形成屁股和腿这都萎缩。一生的残疾。一生残疾。对，这个很厉害的。对。哎，我还遇到过我帮忙过的，他去那个，到那个古董市场哎，不懂。这是在台湾的事情。哎，这一个应该算是中年吧，30、40岁的人，他对这个古玉这类的很有一种喜欢欣赏的感觉。不知道看什么节目看的。他去一个古董店，去买这个古玉。那个古董店的老板认识我，就他给我讲这个事儿。他买的这个古玉呢，是古代人古代的人那个贵人。一个为贵夫人的墓当中陪葬的一些装饰品，其中特别喜欢玉嘛，其中这一整套的玉佩之中，当中的一块都是应该1、2千年吧，哪个时代我忘记了，超过1000年以上的，很古老，对，很古老的，上头已经不是白玉的颜色了，就是埋葬之后有很多这种混合体侵入到这个玉中。他也知道一些，他看过一些资料之类，也知道一些。还是很喜欢。他给这个老板呢，就郑东，老板懂就郑东介绍这个，他说可能是某个墓，某个王爷的夫人，就类似现在来说就诰命夫人，这个级别的得过皇封的，所以他有很多宝物。所以这个墓呢是这个诰命夫人的墓里挖出来的。完了之后，他在那个老板给他翻看一些这类的资料的那个
图册，他不知道怎么蒙出来一句说，这高明夫人长得还不错吧？哎呀，说老板就说我不知道，一般呢喜欢东西就是喜欢东西，别打听已经过世的亡灵的这种个人讯息，好吧？这个老板还是很郑重其事的，可是这个小青年呢，就总想着年轻不懂嘛，就觉得嘿，这个人可能有多么漂亮，结果就出事儿了。怎么呢？到晚上做梦，就一位穿着白袍的一位夫人，古代的打扮，那个头发造型非常的复杂，在风里头飘过来，哇塞！就是年轻的郎君，我知道你喜欢我，所以呢，我来看望你。吓死了！连着好几晚上，等那个差不多1个礼拜之后，这个家伙拿着玉来退来了，找老板。老板一看，快认不出他来了，脸上都是发黑发青，两眼像大熊猫，那就招鬼气了呗，已经不行了。就给我讲这件事情。这个老板呢，退了没啊？那玉？老板懂啊，老板给他退了呀，但是鬼退不了啊。老板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你去到台中某个庙，有哪吒三太子帮着给你消这个东西，否则的话这样下去不出1个月，生命就没了，你就没戏了，你人生就结束了。老板也挺好心的，懂啊，是介绍去，后来说是给治好了。厉害吧哈？真的，好在还治好了呢。说不可以亵渎，对，你可以不懂，一般说我怕什么？你怕什么？你没有发生那个灾难，你当然不怕了。你发生为什么人到了一定岁数，就是怕这儿怕那儿了？经历太多了，真的很恐怖。等你自己经历的时候喊救命的机会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咱们说回这位陈女士，陈女士先生，她这个夫妻俩的遇到的事情是吧？对。一个是她又喜欢去收藏一些非常古怪的这些艺术品，对，有些就是丑陋或者是一种阴暗的感觉，让人有一种惶惶不安的。对，这个在家里做装饰是很忌讳的。那家里忌讳的东西，还有就看有点偏色情感的也不要，非常不合适，容易让这个家庭分裂，让人觉得恐怖的呢，就不知道给你引来什么东西，所以他先生呢正犯这个错，对，又去了博物馆乱说乱摸，就引来了。其实你看他那个那个 X 光那个是，你看3个鬼头。对，我们在网友们再看一遍真的这好明显。这能不要命吗？真是要了命了。对，就不光他先生这样，他们家其他就先生走了以后，家里也一直不安宁，连狗都半夜一只。对呀，狗就连续的一直都每天晚上11点就开始叫了。很多这个动物它的知觉或者比如说视觉听觉和感觉这方面比人要灵敏的，是这样的，比如说人类早期初期晚上是能看事儿的，后来因为有了灯光嘛，对，就把人能看是这个夜光眼给灭了，是就不能看。对，但是狗能看呢，狗能看呢，人就看见了。它不光是夜光，它看到了有别的东西来，灵的东西。为什么把狗吓出那个声音来呢？对呀，不正常嘛。对。所以人呢是看不到，可是能感觉到所以他们家孩子睡醒觉经常就是手上有这个淤青，等于就是鬼印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师傅？怎么回事如果你睡觉起来淤青除了说有类似于肝癌之类的事情发生肝癌或者是红斑狼疮，如果没这些病，在专业之中说呢，这是在梦中被鬼打。对，就石狮子那个不是吗？那个小孩的身上那个爪子印儿，就是狮子拍的嘛。对，但是狮子不是鬼对，就是灵的那个是的。这里边的话就是嘛，这个暗颜色的这种醒来之后的这些伤痕是被鬼差打的。
所以他们家就是有鬼差，这很他们家挺多鬼的，怎么感觉真是鬼屋啊？非常明确。还有这个这个陈女士嘛，这女主人也是嘛，在家里一个摔跟头，还几次从楼梯上还轱辘下来，对，等于就好像被推下来似的啊。还有她做噩梦，对，都是从高处往下跌落，对啊，这个就是她的正能量，急速的跌落，也就是走背字儿的时候，这好运气哈要失去了。那家里有这些东西，很危险的。对呀，那能有好运气吗？那肯定就是改了，对呀，所以在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真的是还是很机缘巧合、很幸运的来到了菩提来了以后，他也是听师父讲了，他就明白了家里这些东西真的不合适，都收起来扔掉了，然后请了一堆我们的宝物回家，我们的金堂卡呀，师父写的这个龙字画呀，对，还有我们的宝瓶啊，反正能摆的都摆上了。菩提对，然后一下子这个家感觉就佛光普照似的啊。说这个请回去之后啊，他首先他发现狗晚上开始不叫了，对，狗都安宁了，对啊，人也舒服了，然后这个孩子身上的那个淤青也就再没有了，陈女士也不做噩梦了，对，这个太好了，真是。所以原来他这个房子这个磁场哈，里面充满着鬼邪，对，对，他那房子自己盖的嘛。他是自己选的地儿，就本来那个地方可能也不干净。我也觉得。还有他先生的爱好，对，有时候买了一些东西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以为是艺术品，有些是过去巫师做法害人的东西，就是怪。但是因为很多人不懂嘛，就把这个怪当做一种艺术，对，知道吗？对，这个就招来了麻烦，是，等于你捡来了一个灾害，就是对所以这个确实是。还是大家学习一下的哈。对，这个代价很大呀，这个我们要引以为戒呢。感恩师父的讲解。好，那师父再给师父分享一个，也是集体中邪的，在新闻中集体中邪，啊，还有这种事情对啊，都是真实的事件哈。对，好。首先呢，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哈，是发生在2018年，马来西亚的这个吉兰丹州的一个国立中学里哈。它是在7月底有一个宁静的早晨呢，一名叫斯蒂的17岁的女生，她照常像往常一样来学校上课。那早自习呢，她可能头一天没睡好还是怎么，她就突然昏昏欲睡，趴在桌子上休息。就猛然间，她感觉有人好像从后面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猛回头一看，后方没有人。这个时候她环顾四周，突然整间教室变得就剩她一个人了。可是上一秒呢，她周围还坐着很多同学呢，这些同学都消失了。然后教室就变得十分的昏暗的让她很恐惧，而且刚刚被拍到的肩膀突然一阵刺痛袭来。这个斯蒂这个女同学呀，她就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疼痛，她听到来自四周凄厉的哭吼，就感觉好像有数百张恶魔般的脸孔朝她袭来。她张开口想喊，可什么声音都喊不出来，然后就晕过去了。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旁边的同学啊，看到斯蒂大声，他们这时候旁边的同学，他们实际看到的是斯蒂这个时候是在尖叫的，停不下来，然后突然就失去意识了。他们就立即上前的把他搀扶起来，然后去通报老师。可是没过几分钟时间，在斯蒂身上发生的事情像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教室里其他的同学也开始一个个的崩溃了，一个、两个、三个都陷入了疯狂。有人呢不停地在跺脚，有人呢推倒了桌椅，一个昏倒的女孩呢也声称说看到了同样的黑影。尖悦刺耳的这个尖叫声啊，就回荡在整个校园。老师呢一时搞不清楚这学生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把教室的门给锁上了，生怕学生会冲出教室发生危险。后来呢，陆续几名学生都被抬了出去，送医院检查以后啊，检查说只是因为情绪起伏波动大，造成神经的过度反应，没有什么大的障碍。那可是事件发生后呢，校方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停课了，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校方高层也束手无策。
这一天呢，一共有39名中学生陷入了所谓的集体歇斯底里。那在紧急召开一场会议之后呢，校方决定请了几名巫师到事发的教室去做法，给受影响的学生施行驱魔法。这个巫师们做法之后，没过多久，孩子们就都恢复了正常。这是在马来西亚一所中学的集体歇斯底里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查到这个之后，又接着在网上看哈，在纽约一所高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是2012年纽约啊，一所高中里啊，突然出现有一个女生呢，就不自主的剧烈的抽搐，然后在2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的女生接连的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共有12位女生都被这样影响了。那校方呢，因此就进行了一些环境的测试。他想确定校区周围啊没有一些有毒物质，就都测试以后，检查结果都呈现阴性，就是没有问题。那医生检查了这些受影响的这些女生之后呢，也排除了所有的这种物理性病因，最后也只能用集体歇斯底里来形容所发生的这个事件。那最近哈，就是去年2023年7月6号呢，在印尼的一座工厂也发生了100人集体中邪的这种诡异事件。就是这些员工们呐，就突然呐失控的狂哭大叫，要么是眼神呆滞，要么喃喃自语，有的发出诡异的笑声，有的人呢倒地抽搐不起。那据了解呢，一名员工在出现精神恍惚之后啊，其他人好像就被感染一样，就一个个接二连三的出现这样诡异的举动。那整座工厂有超过100人中邪，这个状况呢也持续了约4个小时，最后才完全解除。那心理学家呢是这样认为的，说这就是经典的集体歇斯底里的症状。那发病原因呢，在当地的警方初步调查以后呢，表示是员工们上班前没有吃早餐。这有点儿好笑了。那经常员工上班前没吃早餐，那也不能这种集体这种啊抽风啊，对吧？这肯定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对，这个反正这种现象不常见，但是看上去还是很可怕的哈。就师傅看看他们这种到底是真的就像一种集体在中邪的状况，不像警察说的没有吃早餐啊，饿晕了，饿成这样了，或者是不会的，或者医生定义的就是因为压力原因啊，就是集体这种歇斯底里哈。医学解释就是压力，很多是压力造成的神经过度反应，就出现这种很奇怪的这种症状了。那我的答案是长话短说哈。我在查看这个中国一些古籍的时候，这是很多年前哈，查看中国古籍的时候，其中就是北部的士兵，那皇帝不是都在北方吗？对。皇帝派的北方的士兵去南方去打仗的时候，有时候就集体中邪。比如说他去了苗族的村寨，或者靠近苗族村寨的时候，集体中邪了。有的是用气里头放了毒气毒气，这个就是可以说它的结果呢是物理性的放毒，生理性的反应，是不是啊？对。呕吐啊，幻觉啊，是吧？那一个学校里头，这些孩子们和老师不可能放毒，也没检测出什么东西来，是不是啊？所以警察的解释也还挺好玩的，没吃早餐啊。你就是低血糖的话，就心里不舒服，就得趴那儿不动了，对不对？对。或者找点水喝去了，也不至于疯狂和幻觉，说有鬼影子，对不对？是。所以那这个是什么呢？只是人们不乐意说我是讲迷信的。那有些警察也好，老师也好，他有他的所谓的人格。这个人格就是说，我以科学的角度看待事情，我绝不以迷信角度看待事情。这样的本身呢，就用超越了自然，是不是？对。就已经不尊重自然的状态了。是。这帮人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就是中邪。对。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中邪了。是不是啊？这个很正常的事儿。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起来说，好像这种中邪也好，还是歇斯底里也好，它是有传染性的一个人先
发疯了之后，哎，一传十，十传好几十，就这样的。传染性的是人们的一种描述。实际呢，比如先看有一个人出现中邪的这个胡言乱语的这个对非惊恐的症状啊，别人会不会吓到呢？会吓到。但是趁吓到的时候，你胆一小、体一弱的时候，能量就是卸下来了哈。哎，这个邪灵呢，就容易和你之间产生一种作用力。你接下来你一害怕就看到了，有一个鬼影正在爬墙，对，或者一个鬼脸正向你张着嘴扑过来，哎，他就容易看到他了。是这样，而且女生比男生多，你知道为啥吗？我相信我们的网友朋友都觉得是一个谜。我说这种比如说集体中邪的时候，女生比男生多。为啥呀？是女生还是相对能量弱一些嘛？这个就是男女来说哈，通常女人的能量弱，尤其是感情赶上这个每个月的那个生理什么例假期啊，这个时候，这个期间的时候能量就弱。对，哎，也容易烦躁。烦躁发作的时候就是你的能量已经不能够正常通过你的脑神经了和心，就是没有平时的自在感哈，所以你的聪明劲儿施展不出来。那遇到事情怎么表达呢？就用暴躁和情绪来表达。所以还有一个，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哈，传一点哈。在中国讲阴阳，对，阴阳之中，如果男人属阳，女人呢？阴。对。所以这女人要来例假的时候是阴中之阴。这个时候，那鬼呢也是阴。对。鬼怕阳光，对不对？所以这个屋子首先第一个叫做容易中邪的有一种气叫做运气。所以这个地方容易产生就是容易中邪的气息。它这个地和这个老房子产生出来的。用科学描述来的话，可能也会研究出有某种霉菌哈。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邪气。邪气、瘴气、不干净、不好的这种气，也叫瘴气。对。但是我所知的叫做运气。运气不是行好运的运，是另外一个瘟疫性的这个运。是这样的。所以它确实是，又是阴气重嘛，又是女生属阴哈。所以女生这种中邪比男的多。就当集体中邪的时候。集体中邪男的比例很少。可能1/10或者1/30。所以女生是多数。男生不是不中邪，男生当你能量低了之后一样中邪。是这样。但是从这个例子里边还学到一个，你看马来西亚呢，他们其实这些学校是穆斯林的学校他们还是有这种传统和有这种文化认知的啊。他们校方虽然第一次发生这个事件，很快做出决定，请巫师来解来解这个魔法。那么解了之后呢，这39个孩子就都好了。对。你看那纽约的话，他们就不懂这些了。对。所以在马来西亚，它首先是一个以宗教定名定国的一个国家，是吧？是的。对。所以它不排除各种的神秘现象。对对。但是呢，能处理这件事情的速度、有效性，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大家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件事，就至少巫师很熟悉这种情况。对。不是，至少学校方也知道很多年长者对经历过或知道某家公司某个学校也出现这个对是用巫师来处理的，来了就好了。我还看到过那个马来西亚其他的州也是有这种现象。但他不管老师还是家长就都知道了。对。就给孩子带那些辟邪的这一些护身符什么的，对他们都知道防备的。是。对。像有些学校呢，它还发生还不止一次。是的，不止一次。比如说1年有几次。是的，是这样。或者某几年就发生一次，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已经有点点司空见惯的感觉。对。所以不是唯一的一次。对。刚才师傅说这个，他这个学校这个地方可能有这种邪气说不定以前是
比如说不知道了，可能如果以前是那种坟地呀、还是什么的，就是对，有这种可能哈。对，建的学校，比如说尤其是坟地呢，可能最容易出这个。那么第二种还有的是，在几十年前或者几百年前，这里有一群人被杀。对，有冤死鬼，就冤死鬼，因为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之中，什么事都可能遇到过，是，或者这是曾经是一个屠宰场，是，还有医院，对之类的哈，是，都容易发生这种。你看在台湾台北那个地方哈，现在101大楼的那个区域，对，现在叫什么区？叫怎么？信义区哈，对。那有人说他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呢，那个地方呢有相当一大块地哈，是有点其实是水田地。这个水田这一块有个什么东西呢？是日本人的一个监狱。日本人管理当时期的一个比较厉害的拘留所。说这里头可能一些也有冤气呀，冤死鬼不少。所以在那一块大家说要发展的时候吧，就台湾人只有点发怵，怕的，就不想去。不想去呢，市政府就带了个头。就是我把市政府在那盖个漂亮楼也搬过去，再盖一个101层大楼，镇住一下就辉煌吧，辉煌。其实101大楼盖的时候，盖到第6层的时候，正好发生了921大地震，其实出了很大的事儿。就光盖那个楼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安静的。所以人们就是说那里盖的已经很豪华了，就是在你想台北老城比较多嘛哈。对。而到那儿之后好现代啊。是。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想搬过去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阴影啊。所以在那因为是个监狱，在那很多这种冤屈亡灵比较多。是。所以那种故事呢也特别多。所以他们叫阿飘常常在那逛街哈。哎呦。所以这就让人也害怕。真的。所以这种场所呢容易出这个。是。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工厂啊、公司还有住家的时候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有选择性的话，都要选一选，说这个地方过去是正常住人的呢，还是干啥的？对，还得问问根底。对呀。有的时候过去就是一个湖。现在一发展之后，把湖垫起来了，也盖房，对不对？这有时候过去干过啥不知道。是。对。哎呀，就说了这些啊，师傅，这个对，其实我们在这个王宫里面呢，或者皇宫里面呢，其实也有这些事儿啊。是就不光老百姓有。对，而且说这个巫师通灵的人哈，这个东方有，西方也是有的啊。想跟师傅分享一个英国的通灵者哈。好。这个是英女王维多利亚和这个灵媒罗伯特里斯的故事。维多利亚女王这个是鼎鼎大名啊哈，这我们都知道的。她是在1837年即位，她在位了63年。是就是除了咱们前面刚刚去世的这一位伊丽莎白英女王之外哈，她是第2位在位最长的女王。她统治期间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是英国工业、文化、政治、科学、军事都是大发展的时代哈。伴随而来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的扩张是非常繁荣的英国的时代。那么维多利亚女王她的先生呢叫阿尔伯特亲王，两个人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经常呢一起是商议国家大事当然他们也是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他们俩的这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呀，共度了21年。但是呢，阿尔伯特亲王不幸因为伤寒病病逝了。那亲王走之后呢，维多利亚女王特别的伤心哈，走不出来呀。她这个哀悼期间，她就要穿那个黑色的长袍嘛哈。结果她这一穿上，一直到女王离世这40年再也没有脱掉一直都处于这样的一种哀悼期间。而且她还据说还就是有点那种闭门不出了哈，就不像以前那么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了，有点抑郁这种感觉。那话说这个阿尔伯特亲王呢，他即使去世呢，心里也放不下维多利亚女王哈，因为这份深爱哈，这个阿尔伯特亲王的灵魂就像师父说的飘
飘呀飘，飘呀飘，哎，找到了一个灵媒啊，哎呀，他就很高兴，他就可以跨越阴阳两界来跟女王交流了。这个灵媒是谁呢？当时是一个13岁的男孩，他叫罗伯特·李斯哈。这个亲王的这个灵魂就找到他呢，就通过这个灵媒男孩来跟女王对话。那女王第一次跟他对话的时候呢，也是将信将疑啊。那可是这个亲王就这个灵媒男孩一说话，其实就是亲王的口吻还有声音哈，那种感觉就都是了。哎，亲王呼唤女王的时候呢，用的是自己当年给女王起的那个小名，而这个名字只有他们2个人知道，外人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一个乡野之间的一个男孩肯定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一件事情就让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对他这个亲王的身份就深信不疑，这肯定是我前夫啊，来找我来了。为了更方便的交流呢，女王还命令这个灵媒男孩就干脆你就留在王宫中吧，留在我们白金汉宫哈。这样的话呢，女王就时不常的就可以跟这个去世的先生说说心里话哈，对，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还经常要倾听啊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啊，对当下的政策的这些评点啊。这种通灵的这个情况就过了若干年啊，对。那再说一说这个灵媒男孩啊，他呢确实有这个过人之处哈。他在3岁的时候，首先是经历了一个灵异的事件。他那个时候小嘛，就一个人被留在一个黑屋子里，他就吓得哇哇大哭。哎，这个时候呢，他就看见一个神秘又善良的穿着苏格兰格子裙的一个男人在安慰他，还给他唱歌啊。但是后来他跟别人说呢，别人都说没有这个人啊，只有他自己能看见这个神秘的人啊。那么这个灵媒他10几岁的时候，不就是充当维多利亚女王跟他去世的亲王的灵媒吗？等到以后成年之后呢，本来这个罗伯特他是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他竟然能够写出6本都是灵性内容的书，包括说死后的世界呀、上帝的旨意呀等等，都是这些方面的啊。这些书特别畅销，就一直到这个作者83岁哈去世多年以后，这个书仍然是畅销的。就现在 YouTube 上都能找到读这个书的那些视频音频啊。但是呢，奇怪的是呢，罗伯特说这些书不是自己写的，是他的灵界的朋友念给他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录音机，然后给记录下来的啊。那其中他的有一本书呢，他还寄给了女王啊。那王宫呢还给他回了个信，说啊，我们收到了你寄来的书哈，这个还有史料记载。那再说一说这个灵媒哈，罗伯特，当年在维多利亚时代啊，有一个轰动全国，现在已经是轰动全球的一个连环杀手，叫开膛手杰克啊。这个连环杀手非常残忍，他连续杀害了5名妓女，而且都是开膛破肚，手段特别的残忍啊。但是呢，还特别聪明啊，每一次还寄个明信片哈给那个警察局，警察局就一直破不了案，这个案子到现在也都破不了。当时是全英国的民众都非常的愤慨呀，维多利亚女王也是非常的不满，都批评了警察局，就是破不了案。这个灵媒罗伯特呢，他就后来就看他日记中他有记载，他当年就曾经主动去警察局申请，说我可以用灵力、用法力来协助你们破案哈，找到凶手。但是警察局没理他，给他拒之门外了，所以这个案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啊。那么后来就当时也是包括后来都是很多人相信说，如果当时警察局接受了灵媒罗伯特的帮助的话，这个案子一定可以破解啊。然后人们对这个一直就耿耿于怀，后来还有好多这个小说家呀，还有编电影的呀，就把这个开膛手杰克的这个剧情就给编写出来，然后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让这个灵媒罗伯特去破了案，去找到这个凶手啊。所以就说明就是民众对这个灵媒罗伯特的一种认可，对，和对他的信心和尊重啊，这个也挺有意思。这个也想问一下师父，你看这个女王，
那应该贵气十足，对吧？对正气充满的哈，对，嗯对一统天下的人哈，对，他怎么还能够跟亡灵来沟通呢？他虽然贵为一个这么大，当年哈，她是权力非常大，几乎等于全球权力最大的一个女王，对，并且她是女的，是，但是是她的一份情哦，导致的，是吧？让她这个一个是亡灵的这个亲王，就她老公，对，也就找他，应该说叫亡魂不散是，啊，我不去脱生，对，就是两个人彼此想念和惦记，嗯，哎，所以亡灵先找到罗伯特这小孩儿，是，哎，帮着给翻译给说话，对，嗯，所以是他满足了这个当时的英女王的一个思念之情嘛，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亡灵也不是一般的鬼啊，对，因为像我们看哈，就是说这个在人间称王称霸的这些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灵魂，人，哎，他也是一个，如果成为一个灵魂的时候，他也是王级的灵魂，就他具有相当能量的啊，只是因缘来说他先走了而已啊，再通过这个灵媒的这个这样一个帮助嘛哈，说他们是有能力进行通话的啊，他能这样通话，如果不是在女王的命令下，其他的鬼都进不了王宫，就说大概是这样子哦。但是其他在王宫，咱们也说过，王宫、皇宫里住的这个鬼呢，也挺多也是本来是皇宫里的其他的鬼啊，而不是外来的鬼。是这样，他的身份本来就住在那儿的啊，是，所以他才有资格在那里待着。是这样。那这样虽然说他们这种沟通、这种凄美的爱情啊，听起来挺感动人的、感天动地的，但是是不是这种人阴阳两界之间的交流，对女王本身也不太好呢？它就变成一种就是人与鬼之间的一个恋爱，那是情未了，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从天道来说不合天道的，不合天道。要懂得什么呢？像佛陀也说过哈。在佛经里有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夫人，抱着死去的3岁的孩子，对，来找佛陀说，如果人家都说你很厉害哈，如果你能让我这个孩子复活的话，那我就你说什么都是信你的，啊，那我做无量大的供养。那佛陀说可以，但是你要满足我一个条件，你能随便走，啊，你要至少找100家。去找一个他们家根本没死过人的一个人家，把他家要一碗饭来，我就能给你孩子救活。结果这个人到打听说，你们家之前死过人，说死，当然死过，说我老爷爷不是死多少年了，说我爷爷前2年也刚过世。那每家打听，其实谁家不死人呢？是吧？其实佛陀用这个来教育他，但尤其是母亲带着自己这个孩子哈，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情感是放不下的，是不是啊？他这个爱是非常的深沉啊，比恋爱厉害，恋爱也挺厉害的，但是母子之爱那更厉害，是吧？那真舍不得啊，就自己身上掉下来之后，结果人家不小心死了，就是不甘心嘛。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沟通，就千万不能多。就我告诉大家的哈，说没事我就问我妈现在去哪了。比如死了3年吧，你每年都要问，每年总去问，甚至一想起来就一定要去哭。说这个行为，其实让你去世的亲人哈灵魂不安呐。就你妈在那哭，也会把你弄成忧郁症了。就她在阴间哭，你在阳间哭，是吧？你在阳间哭呢，弄你妈呢，在阴间总回来找你来。就他不能再转世脱生，是这样，解脱，是得不到解脱，所以这个是最不应该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接受天道，就是人走了就走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所以佛陀解释哈，那叫因缘，就是因缘就是这样解释，说不管今天3岁走了，还是30岁，还是83岁哈，他这个走就是他完成了他此生的生命。旅程了，就是他的整个旅行结束了，他就走了。我干完活走了，还有的是要完债走了。所以这个走法还有他来人生的意义，他都有使命。他完成他的活就走呗。
对，就是这样。对，所以要看明白这一点啊这是佛陀给我们的教育是，对。佛陀这样教育，对，还有很多巫师，包括西方的灵媒也是这样，帮他们看了之后，解了之后，就给他做一个了结。是，哎，这样是非常重要的。对，但是当时的英女王做的是不对的。是，她丈夫死了之后，接下来她活了很大岁数哈。对，40多年一直穿黑袍去怀孕，一直守护，这个是非常麻烦。从一个帝王这样哈，其实对他之后的因果没有好处。对，因为他是王啊。对呀，英女皇啊，是啊，他权力那么大，对下面的英国国运没好处。他就没走出来，你看，是这样的，并不好。哎呀，他应该当时就是有师傅这样的人给他指点一下，哎，就是对，也是。哎呀，那说到这个灵媒哈，从13岁开始哈，就来帮助英女皇的这个，他也挺有趣的。他小的时候，他就是有过这样一桩事儿啊。有一次在黑屋子里吓哭了，看到一个苏格兰人的一个人来给他唱歌，但只有他能看见，然后他就说这是他灵性的朋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师傅讲的一个什么动物仙儿啊，或者是神灵啊？就他呢，对他来讲就是有一个灵性的朋友来帮他去传递给他了很多信息，这样吗？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仅仅这一条信息哈，其实有很多方向性来猜测这件事情这有可能就是这个小孩3岁嘛哈，对，别忘了，就在10岁以前的小孩，就年龄越小越通灵。比如小孩刚会说点哈这样的时候，经常指着一个地方或者哭是吧？这谁家如果养孩子都会遇到这个事情。请问他看到了什么？还有就是会说话的，就是说我不去那有鬼。或者张着嘴要咬我。家长就说这是胆儿小之后他现编。其实有很多时候孩子看见了不是现编的瞎话。他真看见了，对，只是成年人呢，你这个信门字长死之后哈，从此就接不到这种讯息，就看不见了。所以一个儿童的他这个脑和视觉哈、听觉，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那时候他单纯嘛。就越单纯越容易发现事情。说为什么修佛法我们修的越单纯呢？对，清净的。对，他内心清净呢，像婴儿一样的时候呢，你也能看到一些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罗伯特这个3岁的时候哈，就遇到了这个人，就是苏格兰人哈，穿着格裙子一个男人逗他玩儿，就他们是什么缘分？是师徒缘分吗？不知道。还是过去的道友缘分，不是普通的缘分。我认为是前一世他们是师徒，他们就是巫师的师徒。我今世做人是你的师傅，我今天我走了之后还是你的师傅。对。可这个小孩转世之后不记得了。不记得之后，师傅也来照顾他，完了教他。是这样子。这是我认为的。有意思。是。对，给他又给了传承哈。这为什么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对，别人看不见。就像人家2个人有个通话的通道、频道，这个频道是彼此能看得见、听得见。对。别人说你对空气说话。是。就是这样的哈。对。对，所以这个孩子说，他也说他的天生通灵，天生的体质哈。对。就是有通灵的体质。对，是这样。是这样。并且专门和他那个师傅能通。这个师傅呢，之后就告诉他很多很多的事儿。对。是。所以后来他写了6本这个畅销书啊，说都是通灵的朋友给他说的。对，很大智慧的书。对。是啊，他自己又没文化。对，但是通灵。这很有意思。真的有意思，这个挺好的。这个英国的哈，有意思。他看美国人会不会有宫殿能有通灵？有啊，白宫有没有？有啊。这白宫鬼故事也挺多的。赶快说一说看。好，来讲一讲。好。对，这白宫对是他这历代总统的这个住所，也是他们办公的地方嘛。对呀。那你看白宫从外面看多气派啊哈，光鲜亮丽的，然后经
常的举办各类大活动。那白天也是很多政要都会去嘛，哈对啊，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阳气很盛的地方。可是晚上还闹鬼，对啊，就是说这个首先哈就。第33任总统杜鲁门哈，他刚上任没多久呢，他给他妻子呢就发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啊，他就抱怨说：“我坐在这所老房子里面啊，整天听着鬼魂上下楼梯的声音，地板呢一会儿突然就冒出声响，窗帘还会自己移动。”曾经在某个晚上啊，这个杜鲁门总统啊就听见虚空中传来一阵低语：“我是伯恩斯。”哎呦，这个杜鲁门当时听到的时候，还以为是那个时候的国务卿啊，叫詹姆斯·伯恩斯，在恶作剧呢。他立刻起身，就到处在白宫里面找完了，到处也问了，说那一天这个国务卿这个伯恩斯根本就没来过白宫啊，所以不是他。那这个低语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后来杜鲁门问了才知道，在他之前的总统小罗斯福啊，也听到过同样的声音啊。他们觉得这个声音的主人呢，其实是白宫最早以前这个地主啊，就这块地的主人叫戴维·伯恩斯。那据说他阴魂不散的理由呢，是因为当初很不情愿。那美国第一任总统啊，乔治华盛顿呢，都选了这块地要来盖白宫，这个地主不愿意，所以一直在这儿阴魂不散哈。然后那后来呢，这个美国总统林肯呢，他在白宫啊还举办过降临会啊，这是什么仪式呢？就是林肯他有4个儿子嘛，也是非常的不幸哈，在他4个儿子中的3个都在4岁、12岁和18岁分别夭折了啊。那出于对儿子的怀念呢，林肯和夫人呢，他们就在白宫啊举行这样的降临会。他们通过灵媒啊与已经离世的这个孩子呢，就讲上几句话，获得心灵的慰藉。那这个仪式呢，就是他们会在一个很昏暗的房间里围着桌子啊，互相牵着彼此的手来召唤灵魂。那被召唤来的灵魂呢，就透过灵媒来和他们讲话。那林肯呢，不仅通过这个降临会啊，召唤过自己这个往生的孩子们，他还召唤过过去的总统和开国先贤。就比如说总统华盛顿、富兰克林的灵魂都被他召唤过来询问治国意见啊。那据说富兰克林的幽灵呢，还成功的预言了北方当时在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这个内战中会取胜。那林肯死后呢，林肯啊，他又成为了这个访问白宫次数最多的幽灵之一。这个林肯总统就是小罗斯福总统呢，他在任期内啊，有好多名员工都声称看到过林肯总统的幽灵。那小罗斯福总统的第一夫人艾莲娜呢，她就表示，有的时候啊，自己都能感觉到林肯幽灵在白宫里出没。而每次他觉得林肯来了的时候呢，他的狗就会不明原因的不断的狂叫。那还有一次呢，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啊，他就在晚上啊就夜宿白宫了。那在白宫卧室中呢，他这个也遇到了林肯的鬼魂。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都知道，首相丘吉尔还是很喜欢这个泡澡的哈。他那天晚上刚泡完澡，还挺放松的。然后呢，就从这个浴室出来，一手拿着雪茄，一手端了一杯苏格兰酒，全身一丝不挂的就走进了这个林肯套房里面。这个时候啊，他突然看见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这个幽灵站在卧室的壁炉边儿，然后他就和这个幽灵互相对视了几秒钟，接着林肯笑了一下，就从他眼前消失了。据说那次之后，丘吉尔拒绝再在林肯套房中过夜。这就是这个白宫的鬼故事。对，以后估计谁也不敢在林肯套房中过夜了。对呀，还是尊重林肯总统。对，这算了，这地儿还是你的。是的，啊，所以这个白宫还这么神奇哈，就这些很灵异的总统还挺留恋他们曾经任职和住过的地方，还经常会回来。这个可以理解的。
就是常年在那工作过的地方，对，很很有感热爱哈。情哈，对建设美国在那儿起了很大的一个重要作用。尤其是这个人做总统哈，有的做10年8载的时候，对，他觉得对美国贡献很大。是的，所以其实美国做总统不容易。不容易。其实这8年时间哈，就把这一个人生命能量全部耗劳尽了，心劳力呀。就这8年耗死了。对，真的。对，8年之后这些人都苍老了很多，是的，是吧？对。尤其是我看前面，从克林顿呢，奥巴马特别明典显。型。当年刚当的时候，那个帅，那个年轻哈，8年之后。像过了28年的感觉，白头发老头，对，一下就变得很苍老的感觉。可以说他们也是非常的劳累哈，尽心竭力的那样子哈。所以这些前任的很多总统呢，可能他的灵魂还住在里头。就是你在某种时机下召唤，他会给你显像。回来。因为丘吉尔那个是挺有创意的一个英国首相嘛。对呀，林肯那想出来会会他。何况你一丝不挂，你在我屋里还在这瞎溜达，是吧？所以林肯见他说：“小子，你不过如此啊！”说不定就这么个想法。对呀，坦诚相见就那么高的身份，无非也就是一种其实想看一眼的意思对，因为是跨越时空、跨越阴阳的啊。那我想像这个丘吉尔对林肯总统呢，在他显像之前呢，其实也可能挺崇拜的。对，所以才显个相跟你见个面。也是这个姻缘。对，是。对，其实，在很多皇宫都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是，就是前皇帝啪显出来了，大家吓一跳。或者还有某皇妃显出来了。对，还有宫女。对，很多的。所以你看，白宫他们也是有举办这种降临会这样子，有点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英国皇宫一样哈，也是有这样对召唤灵魂啊这样子，通过灵媒哈。这个白宫的降临会是他们来招那个灵魂，那个英国的那个是那人家亲王主动找了灵媒要来通话。所以这些英国、美国哈，很多欧洲的发达国家哈，它科技很发达，政治也发达哈，就是但是呢，信仰呢没人管。你觉得痛快就好吧，就是这样。所以总统还组织招灵会、降临会，对不对？看看是让哪个总统回来聊聊天哈，出点建议啊。尤其是那个林肯夫妇，就像师傅说的，最苦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呐。他3个孩子夭折，真的是心里放不下。对。所以说，哎呀，你们来吧，来白宫看看吧，哈。对，这样真是。但是他们当时治理的成就是非常大的。是啊，对。就是说他其他的方面说为什么再显现出来，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姻缘到了，他就显2次相是。对，这挺好玩的。对，就是美国啥信不信？从这个白宫，最高统治的机关，对，大家信，还多次出现这些，而且还做相关的像做法一样的这个活动啊，对，真挺好玩的。师傅，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真实的灵异事件哈，还讲了这个巫师哈，很多通灵的人啊。想问一下师傅，什么样的人能够当巫师啊？你看，比如说丘吉尔哈，你看他真叫活见鬼，对他真能见到这个鬼魂。那像他这样的人，能不能培养成巫师啊？很难。如果丘吉尔当巫师哈，他也许是个比较万能的人才哈，他那狗皮膏药一样，贴哪都行是吧？有些人确实也比较聪明哈，就是但是丘吉尔在二战时期，其实不管是被打还是去打别人哈，杀人无数，杀气太重，不能做巫师。他的逻辑思维太强烈，他不管信不信灵魂。但是杀气太重，就是阳性太厉啊，所以一般不能成为职业的巫师，不可能的。所以你看他那个照片，杀气多重啊！对，好厉害的样子。对呀，拿他额头那上一把利剑在那横着，竖在那里哈，像个狮子一样，所以很有能量的一个人。这个能打鬼，这是有煞气的人。对，也是天上一颗星吧？对，他是威风凛凛的那种星啊。对，那这样的他不能呢？师傅，我们也经常有网友被鬼压床，
或者经常梦见鬼，那个比较弱的，哎，那个是被鬼欺负的。那个能做吗？有可能能做，但是并不是说总见到鬼他就能成为巫师啊。他需要也，比如说你像学佛，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有佛缘，这个人没佛缘，还有是我们内部议论说哈，看了他的出生的八字还有长相说这个人福德太薄。也就是他学佛的基础是不够的，太薄。从他的八字、出生年月日八字和长相之中都有显现。说他不能成为，比如学佛的一个较有成就的人。我们从看佛学来说，那么成为巫师呢，成天帮人看事处理事儿，对，他也需要根基。对，成为一个巫师的一个根基，他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对，就刚才师傅讲那个英国的那个灵媒罗特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就可能是他前生带来的哈。对，还有刚才讲的是谁是说可能是被救过。你小的时候一场大病还是怎样，就是被巫师被这样通灵的人救过，以后他就要拜他为师，要一辈子做这个事情。我们先说谁适合一做呢？就是我先讲讲我所知道的大家参考一下。因为我毕竟不是巫师，所以我呢只是说我所知道的。那么第一个，他对很多这种鬼呀、阴气的事物啊比较敏感的体质的人。敏感体质敏感体质的敏感体质最好不被鬼压床。又敏感又不被欺负，这是我能感受到，但是我不被欺负。那么还有的这天生很厉害的呢，成为大巫师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我就可以去赶他，滚，别在这捣乱，是吧？一般人说看那个影子吓坏了，是不是？是不是？他就开始命他滚。是。还有更超然的，你像中国的唐代钟馗那个捉鬼，给我挠痒痒，对，是吧？给我端酒来，是吧？他驱使鬼就是这样，他就不同的这种能量境界，不同级别的，他驱使鬼神者，那比鬼神还厉害。就是在佛门很多大师是这样子的我自己也能做到一些。那当然，佛门的就不叫巫师了对，不是，他是法师了对，对，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那你成为一个巫师，你也得修炼就是你要有这个能力，可以调动有一些鬼，或者是调动，或者是驱使这个神，或者告诉你什么讯息。你要有这个能力，如果没这个能力，能说啥呢？但是呢，也有，所以就找这个动物仙或者鬼来帮你去查一些事儿。对，是这样。比如中国东北地区啊，俄罗斯地区啊，蒙古地区啊，就是找这种动物神帮你跑腿看看，看一些你希望了解的事情。所以成为巫师的人，就是他也具备这样一个资格。第一个就是敏感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不被鬼所操纵的，但是你能知道和感受到，那么还有再接下来就是我再分析的特征就是聪明伶俐，但是记性不好的，性情坦率的，宅心仁厚的，其实我挺符合这个条件的但是我们走的不同的路，我学的是佛法。对。但是对这些方法上来说，在我学法之中也会涉及到。跟我交流的不同的师傅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会顺便传我一两招之类的对，所以的话呢，它有一些这样的特性。还有呢，就是天生就可能可以多少天就有点灵异性。它灵异性在哪里？比如说多少天不吃饭，一直在那睡，但不是得病。就是灵异了。对，打胎要干事的时候，几天也可以不睡觉、不吃饭，就在那拼命在做事儿。这种创造力、灵感特别强。但是不图财产的，也是可以的。对，还有的就是说，在面相上，它有的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眉毛高，一个眼睛小，一个眉毛低，不对称。这是外在的阴阳眼。外在的阴阳眼，是这样的还有的是手托宝塔，
这种人很少了。啥叫手托宝塔呀？你手上有个三角纹，即是像一个宝塔一样立着，哦，是个手纹高的一个三角，哦，是像一个3D 一样一个三角，三角纹。这种人可以去统领这个，鬼尤其是驱使鬼、邪灵类的。他只要说，鬼就会听。这就是带来的天生带来的。那么这些人还有个特征呢，就天生对于心灵类的东西特别有兴趣。对，对，那皮肤稍微越细致一点的越好。皮肤越细的人心细，皮肤粗的人心粗。这是特征哈。师傅刚才说他记性要不好，那他比如说逻辑思维比较强，这样行吗？逻辑思维强就不行，不容易。因为我们是用已有的就是累积性的老师传给你的这样的分析法，是违背了神传你旨意。你想想，对，是。比如说按照一般破案来说，说我要找这个痕迹，说这个哪有个指纹啊，我把某个指纹脱下来。你看，这是破案的人员，对不对？对，程序。但是那些通灵师呢，不是找的是指纹，他就是找这里，你只要在这待过，就留下的讯息。是摸着这个地板，说这个罪犯在这走过，是吧？因为在这杀过人嘛。杀过人，在这死了一个人被杀，肯定有罪犯在这里踩过这个地，是不是？他才摸着这个地。或者当然罪犯留下一个鞋或者一个什么东西更好哈，或者留下一个血手印更好。他去不是看这个手纹能不能对上谁，而是找这个人的这个讯息，人在哪里，他是谁。他自己不知道，他驱使的有些鬼、一些灵，帮你找到要找的人在哪里，他是谁。明白。是这样。所以这是我所知道的一点哈。感恩师父。很受用啊，感恩师父。看你们是不是做巫师哈？做巫师还是挺神的。一开始在前面师父就讲了，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通这个自然哈和鬼魂啊。一个好的巫师很厉害的，很厉害，不得了的。对，好啊，非常的赞叹。对，那之前我们就是看那个，讲那个马来西亚那个同修他的故事的时候哈，他讲到了一个去那个博物馆之后回来，她老公就这样了哈，是不是我们也是之前也讲过，有一些地方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去，或者少去，或者去了要做一些准备啊，师父？容易出这种事儿的啊，就光我们自己找我们来帮忙的人，当中容易出这种事儿的，也有一些，也许每个地方都可能会出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容易出这种事儿的，容易有这些阿飘啊、这些鬼魂出现的地方。那我想第一个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嘛，坟墓、坟地，无论新老坟墓。第二个呢，殡仪馆、火葬场，这里给死者告别啊、出殡仪式等等的哈。对，还有在放尸体的太平间。像这些地方，火化场。这直接处理这个尸体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环境机构，容易这样子。还有医院，精神病院，没错了，精神病院。还有过去的老王宫、皇宫，对，那里也死人呢。你刚才讲到这个伊丽莎白，那个维多利亚二世那个哈，对，他的皇宫里头，你说有没有鬼能进去呢？别的鬼、平民鬼进不去，但是原来在里面死的人还在里头。他不叫进去，他原来就在那儿死的。对呀，对。那其他国家的皇宫也以此类推。对，是，一般鬼进不去，原来就死很多人。你再看一些宫斗剧，对不对？是吧？那100年下来，多少女人给弄死啊？是吧？对，那些冤屈往哪跑呀？是，有些得不到解脱还在那儿。对，所以经常在一些皇宫里看到一些显象，突然间就觉得，尤其是外面打个闪电的时候，墙上在某个墙上，就是有一个人在冲你笑，是吧？那仔细查说那个相貌，你对
那个资料的话，说哎，这不是某一朝代的某个皇后啊，或者贵妃呀，是吧？这样的都是有的哈。还有呢，老旅馆。老的房子。老旅馆。有些人呢想不开事儿，遇到烦恼了哈，真过不去了。有些人说一辈子没住过几次好旅馆，临走了，剩下最后这笔钱，我先在那个总统套房或者贵一点的套房里先糟蹋一顿再说，吃顿好的，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最后怎么了断之类的。所以有很多的旅馆呢也奇怪了，有些旅馆越生意不好，越容易住这个东西。所以之前我教大家说，你去旅馆的时候进门哈，先敲3下门，还要大声喊我进来了哈，这样子打个招呼，我打个招呼，要不然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像欧洲的老城堡，对，是吧？那各种各样的亲王的城堡，有的几百年了，是吧？只是没人住，因为看大门也吓跑了。他宁可在外面哈住个小的临时屋，搭个帐篷，我也不住里去。那么大一个城堡哈，能成几万的城堡，一个人都没有。哎呦，哪里都出声音，甚至听到有人在那下棋聊天，还听老头咳嗽，这里头没有人，是吧？多吓人啊！说老城堡，还有就是博物馆了。对，博物馆，因为博物馆放的很多的文物哈。对。也有是人活着时候用的，还有很多是死的时候用的，对，还有各种的纪念性，比如说这是巫术用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还有呢陪葬品也比较多，甚至把一个完整的棺材放在那儿来展示，是，也是常见的呀，对吧？还有说这个是在过去某个女贵族身上扒下来这个衣服在那展示，对，有呀。对，对呀，所以这都是挖坟挖出来的，所以，这些地方还是要小心哈。是，那怎么小心呢？就是以前师傅也是讲过，身上要携带这一些哈，辟邪的这些。这有时候叫做避不开呀。比如你找旅馆，太贵了吧，你受不了。对。太烂了吧，你也受不了。是你可能选的是中不溜的吧，结果就选到一个老城堡里去住了，是吧？你说你要睡觉了，你那个厕所的灯一闪一闪的，对，我不知道你觉得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不正常。还一会儿听着冲马桶，就你一个人在那睡觉，你的屋的马桶哗冲一下子，谁冲的？我也遇到过2次，在某一个国家的那个旅馆哈，就是洗手间那个淋浴的那个喷头，自动喷了2次。哇！不是水管子坏啊。我有这个经验的，因为很少在我的屋里闹。我进去看一看，之后呢，真地上喷出水来。但是你想哈，在旅馆用的这个喷头哈，都是叫手动的开关了，对，而不可能像电视机遥控开关嘛。你洗澡不可能有遥控器嘛，对不对？那个喷头就是手动的一个板儿，开了关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再走进去的时候，这个淋浴的这个开关板是关死的。对。那么刚才喷了2下的水是怎么喷的呢？费解吧？那师傅后来怎么着了？跟他商谈了？我商谈啥呀？我说老实点哈，我就住2宿就是你的了，因为原来人家就是他的屋嘛，这住很多年了，对，因为他们给我开那个屋啊稍微大点，说平时闲着，就是人家在那住呢，所以今天我住进去了之后说打扰人家了，对不起哈，你厕所多忍耐2天，好吧，我也不怕你，你那也别出来。你真让我捉住了之后，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是不是啊？我肯定给你讲佛法，你听佛法都是像上紧箍咒一样，也许挺难受的哈。对，所以他就不闹了，就平静了。我在看一个，不是英国人是法国人，是说英文的，这个就是网络的一个博主，他就拍到一个旅馆，他就说某个国家某个旅馆总闹鬼。说我呢就不太相信，说我就试一试。20多岁小伙子嘛，大学毕业不好好找工作，他就想拍这些东西给大家看。凡是世界上怪事他都去拍一拍看。
他呢就是你想拿俩手机就得自己拍。他说都说这闹鬼，根本就不闹鬼。我说挺好的嘛，你看我还泡了杯咖啡在这喝着，是不是啊？他正说着说着，我就在这看，他那个后头就是他那个床嘛，床两侧呢不是有2个壁灯嘛，床头壁灯，就是他左侧那个壁灯啪一闪一闪是这样，就有规则的闪。哎，他接着看那网友留言给他，他回头一看吓一跳。他赶快过去按，按了半天还在那闪，他自然的反应哈，哎呀，能不能不闪了？太吓人了，那灯就不闪了。你看还挺听话。过一会儿说还真有点邪门哈，哎，这我开始说话小心一点。等过一会儿，他刚才煮咖啡那个壶，嗡响，水开了。不是他煮的。咖啡了吗？对。因为他煮好的那个东西已经倒到这儿了，现在那个煮咖啡那个杯啊，连水都没有，呜响开了，干烧了。对，谁弄的？他就说是有点怪啊，他开始摸头发，因为头发开始立起来了嘛，鸡皮疙瘩。完了就把那个拔了，放到厨房去，不是放到厕所里去，这回没事了。过一会儿电熨斗自己喷气，不是很多烫衣服的熨斗喷气似的吗？得插电才能喷气。自己在那放没插电的，自己在那冒开气了。哎呀，他说不行，得赶快关了，受不了。就是这样，得赶紧换房间得。一下子就叫醒。这个鬼呢也不一样，有些鬼呢特别善于给人开玩笑，是就逗着玩儿。对，反正他也不能显像嘛，对，就逗你玩儿。你不是让很多人看嘛，我就逗着你玩玩看。结果后来那间屋哈，很多拍摄的人说他走的时候我也进去拍，因为很多年轻人不懂说你也闪一闪，真有胆。你让他闪，他有的就不闪；你不让他闪，他闪开了。很好玩哈。是。对，所以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哈。真是。对，所以通常我们怎么避呢？对呀。我之前讲过，我现在再讲一讲哈。如果你的身上带着一些，就是凡是阴气叫鬼，又是鬼和邪气，它属于叫阴气。阴气那和它相反的是阳气。那阳气重，鬼都显不出来了。不敢了，就没什么可闹的东西。这个能量搞得他就头晕眼花的，他站都站不住，他怎么会搞别人呢？所以你身上带有叫，从中国道家学说来说叫极阳之物。对，哎，我说的极阳之物，我刚才想起来，还有人容易出现，成为这个巫师的哈，叫极阴之人，就是你的八字当中全是阴的，全是阴。比如属水性，全是阴，这样的人容易通灵。但是能不能做巫师我还是怀疑的哈。光有能看到感受到，但是没有能量去抵抗它的话，也会被鬼治你的。是这样的哈。刚才说哪了？刚才说到避开对，避开的，对，极阳的东西。首先来自于非常叫的现在流行说叫正能量的。光芒四射的，就是佛万道金光，佛像，是不是？佛像、菩萨像，这个佛陀的咒语，对，金刚杵，金刚这个佛教有修行人拿的这些信物，比如说念珠，或者一个卡片儿，这个一个好的师傅送你一张，任何一张卡片，他的名片，或者是说他送的一个。某个神灵或者是菩萨的一个小卡片、相片都可以。再就是正神、正佛的照片像。唐卡中画的佛像。都是可以。是好的佛像的照片。它都是叫极阳之物。或者是佛经经书。经书也可以。就是见经书也如同见佛。对。那么再就是加持物嘛，通常各种材质的念珠。金刚杵、金刚诀，后来我还做八宝灵珠，对，还有一些天然的比较好的东西哈，沉香、檀香，对，沉香、檀香类，那么还有像红宝石，对，蓝宝石，这个青金石，还有绿松石，
啊，绿松石我们介绍不多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绿松石哈。这个穆罕默德，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哈，穆罕默德说，如果你是士兵，你带上这个绿松石的这些宝贝哈，这样的话，你在整个战争之中，你一定会不受伤的回家去。刀枪不入，刀枪不入，没事儿，就获得神灵的护佑。一切鬼神的护佑。所以绿松石就是通灵的。对。还有呢，它促使你通灵。所以这个中东地区很多美女一定要带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有灵感啊。对。对。所以也叫吉阳之物。还有这个，因为宝石类有很多，像砗磲，佛门七宝，对，就是好的老琉璃珠，砗磲，后来珠子类又增加了一种哈，还有就是天珠，因为天珠的西藏很多人都信佛，说没事就念佛，这个珠子都听到了，所以它产生了对邪气的抗体哈，还有美玉，对，好的玉，还有红色的玛瑙，对，就是玛瑙珠，哪怕是普通的，哪怕是灰白的，是有一位大师傅加持过，甚至再换一个说法，哪怕是一个瓦片儿或者几粒沙子，这个大师真正的去祝福加持过或者摸过，它都有可能从普通的物质变成纯阳物质，它就可以抗鬼邪，所以师父说的这个加持的进来的这个能量很重要。那我们平时比如说博物馆呐，那些在那个纪念品店买的这些纪念品，它有这个作用吗？几乎没有，几乎没有，它只是那个形象。对，它没有那股神秘的力量。对，要找修行人，真正的大修行人加持过的。人拿原物，照片也有那个讯息，但是原物能量才强。就是这样子哈。感恩师父。所以的话，这些宝物这个加持哈，能带着你。如果你去一个旅馆，或者住一个新的屋子，或者这个屋子是你的老宅子哈，几年都没住了，你进去的时候呢，要做一些处理。大家想听一些处理的方法吗？好啊，想听。之前咱们不是讲过青盐的作用吗？是。对。青盐、红盐就是盐哈，就尤其是喜马拉雅盐哈，对，把它用温水溶解了，溶解了之后呢，别放太多的盐哈，比如说用喷壶、喷枪喷到一些地方，它就是，比如说你去开了一个去世的一个朋友的告别会，或者去他的坟场告别哈，回来的时候呢，进家门前呢，最好你们家人做好这个准备，拿这个盐溶解的水哈，拿这个喷壶在你身上喷一喷再进门。你这些衣服别穿进你的屋，拖到你门外头来哈，进去再换一些睡衣啥的哈，赶紧洗了。对，完了之后再用盐水全身洗一下，从头到脚都洗一下。还有你开的车，用这些喷壶都喷一喷，内外连轱辘上都要喷。对，要不然你比如说，一个是结过婚接过新娘的车，也容易出邪。他会把你，因为新娘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他能量最强，他去吸别人的能量。其实新娘自己也不知道。就开过你的车呢，坐过你的车呢，你车上也有个能量被他吸走了，那你再开就容易出事儿。所以一定要消一消这个坏的磁场。如果去出过殡的车更是这样子。还有撞过这个车，在修好了再重新启用的时候，也用这个盐水消一消。盐水消完了之后呢，还有呢，最好拿沉香点燃之后哈，你的窗户口呢开2条缝哈，在里头点燃，就别把车座给烧了哈。安全情况下在里头点上这个香，再烧一烧，把这个邪气散了之后，再把佛像那个车挂挂进去，它是消了哈。屋里也一样的用法。但是你去旅馆，你喷盐水，你可能也不太方便哈。宾馆没关系，咱带咱的这个檀香、沉香，点一点。檀香、沉香要点，对，要念一念啊，藏香粉也可以念一念哈。我初来乍到哈，我这是出差要住一住，
啊，对不起了哈，你们也回避一下。如果你随身带的有这个神像、佛像，啊，师傅的法道，都可以放到床头柜那儿哈，再放那儿，在屋里点点香哈，心里祷告祷告，就比较好。对，哎，要不然的话，不知道又碰到什么事情。是的，我们这大黑天神古唐卡就特别感恩师傅做的都是这样，出去旅游方便带的这么大小，对，携带版，哎，对，这个大黑天携带呢，它不容易撕坏哈，不容易折坏哈，对，哎，出门带的是最好。对，孩子出国读书啊，带上它，随身带，回去到了那国外拿个相框装好了，就供在你那个睡房里，哎，就比较好，带来平安。好，这个就是我们回避一些这些不干净的邪气的一些简单方法哈。好的。哎，对，能带八宝莲珠更好了啊。好，再说一些事情哈，我们亲爱的网友哈，就是因为一些就是说技术一些综合的原因呢，我们关闭了在 YouTube 里头，还有 Facebook 里头这个留言的功能。我们也忙不过来，也管不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这个关闭了大家理解一下。还有呢，就大家在选择法务的我们的网站慈悲音上头都暂停对中国客户的销售服务因为一些非常难以表达的特殊原因，这个是觉得没有办法这是先关闭对中国大陆同修的这个服务。但是我要解释一点，我不是说，那我本身都是从那儿出来的对，我们对中国祖国的这些网友同修都怀有很深的情谊是。但是今天这个决定的话呢，是叫做非常特殊的原因我不得已不做出这个决定来不太好解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为好，好吧？好的，能够理解，感恩师父。相信网友们都会理解的。是的，好。那师父，我们说一下下一次的直播的时间。好的。那就是北美温哥华时间3月23号。周六晚上的6点钟，那亚洲台北时间呢3月24号周日上午的9点钟。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有夏令时了所以这个台北的这个时间就提前了1个小时。对，亚洲的这个朋友们就记住是上午9点钟了，不是10点了。好的，那最后呢，祝福大家如意吉祥，收到；健康长寿，收到；欢喜自在，收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感恩师父。